神明是怎样戏耍键盘侠的，随手施舍男人一张顶级技能卡。你不是羡慕排名第一的炎帝羡慕的要死吗？你不是做梦都想过他一样的生活吗？你不是认为只要有炎帝一样的技能，你也可以成为主角吗？那么你行你上吧，只要有了我这个技能，世间所有人的技能任凭你复制，而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要死在想要复制的人手里一次。神明的恶趣味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既想躲在英雄背后享受安全，又疯狂的想取而代之。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反正死了才能生效，哈哈哈。然而就连神明也不知道，他随手用来取乐丢下的技能会造出一个多么恐怖的家伙。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被神明选中的人会以塔的名义赐予各种各样的技能，从而鼓励这些人去攻略充满怪物的塔，而这些能够狩猎怪物的人也被称为猎人。所以拥有超凡力量的顶尖猎人在人类世界是被视为英雄的存在，享受数之不尽的财富和荣誉光环。而大山却是一个普通人，要说他唯一远超常人的地方，就是有一颗无时无刻都在嫉妒强者的心。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正要回家的大山意外撞见炎帝和圣女私会，面对这个惊天大瓜，是个地球人都得偷偷看两眼。这一看不要紧，只见炎帝从怀里掏出一瓶药剂，圣女瞬间就吓得冷汗直流。紧接着炎帝随手把药瓶丢在地上，地面瞬间就被腐蚀得发黑。然而下一秒毫无还手之力的圣女就被炎帝单手掐住脖子，按在墙上提了起来。这时大山还以为两人是在吵架，结果下一秒圣女就被炎帝残忍杀害。这就是大山曾经日夜仰慕的英雄吗？那个人不，他是杀人魔，是反社会人格。如果我被他发现，一定会死的。大山一回头就对上了杀人魔的眼神，无比确定圣女绝不是他杀的第一个。那他至今为止到底杀了多少人？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失去一只脚，真可笑啊！他曾经那么疯狂追跑的炎帝，如今却死在他手里。可有一件事他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炎帝明明相信自己还要杀他？就像炎帝为什么会笃定圣女一定会在第二天毒杀他一样。可惜早已化成灰烬的圣女也是到死都不会知道。就在这时，即将死亡的大山嫉妒心彻底爆发。我为什么要死啊？不是，我为什么要活成这样？我也想活得更像样一点，我也应该有那种资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再给一次机会。不甘心弱小如蝼蚁的大山竟然真的抓住了那张原本属于炎帝的金黄色技能卡。结果奇迹发生了，他竟然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昨天。原来大山复制的是炎帝的 EX 级技能重生者的发条钟表，有了这个技能，一旦他死亡就会带着记忆重生回到24小时之前。看到这里终于真相大白，难怪圣女也会因此而死，因为他在1天后的确被圣女毒杀了。但想到这里，大山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所以炎帝明明知道我在未来什么都没做错，却还是把我给……看着电视里依旧嚣张的炎帝，大山心中已经有了弑神计划。那么瞧瞧这次谁会死吧？男人反握一把短刀，好像在思考什么，口中还念叨4050这一奇怪数字。可下一秒就将短刀狠狠刺进胸膛，一击毙命。不出男人所料，等他再次睁眼时，他已经回到24小时之前。男人继续拿起短刀，但这次扎的位置有点偏，没有一击毙命的后果，就是会引发剧烈的疼痛。但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个疯子，他不但没有惧怕死亡停下自杀行为，反而变本加厉。随着干掉自己的手法越来越娴熟，男人口中的数字也在不断缩小，2020、543，以及最后的最后。在数字减到只剩1天时，这次男人面对致命的短刀，却露出了迫不及待的笑容。随着最后一刀完美结束自己，等他再次睁眼时，就算同样拥有不死之身的炎帝，我也要杀给你看，是什么让一个小人物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干掉全球排名第一的炎帝？是憎恨曾经的偶像对自己痛下杀手吗？不是。是想干掉炎帝取而代之吗？不是。是证明自己为了复仇能有多狠吗？不是。仅仅只是因为炎帝得罪了他。凭什么炎帝看我就是垃圾蝼蚁的眼神？就因为你有 EX 级技能重生者的发条钟表吗？如果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也有了。我会让你知道，一个拼命想往上爬的小人物，一旦获得跟你一样的技能会有多恐怖。为了不让炎帝的重生技能生效，大山总结出绝对不能对现在的炎帝动手。就算他运气好成功杀死了炎帝，也只会让他回到24小时以前。那么大山这种吊车尾猎人，想要杀死他的唯一方法，就是打一个时间差和信息差。现在敌明我暗，大山拥有绝对的一次先手机会，而且因为大山追星，很容易就找到了炎帝的觉醒日期，也就是11年前的6月7日，距离现在是4050天。为了回到炎帝传说开始之前，大山足足自杀了4080次，而多出来的30次是送走自己所耗费的时间，再加上中间休息的时间。而现在是时候打破那个恶魔永不磨灭的神话。大山来到炎帝的住所，却并没有马上动手，反而如预言般精准预测到炎帝接下来会干的所有事情。比如这个家伙每天都准时9点起床，从 F 级猎人宿舍出发打工赚钱，下午3点他会在塔2层的猎杀区抓史莱姆。21岁的他还是个等待着人生逆袭的普通 F 级猎人。
按照原来的发展，1周后他的愿望就能实现。但现在那种未来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大山为了对炎帝进行一次完美猎杀，他将这一天重复了10次，终于找到一个动手的好地点。因为炎帝认为只抓史莱姆毫无希望，于是他去了菜鸟猎人很少去的更高难度楼层。而在之后的36分钟里，整个6层只有炎帝一个人。救我！我被狼群伤到了，请给我药水！大山一瘸一拐地靠近炎帝，结果不出所料，炎帝不但没有打算救他这个陌生人，还趁火打劫抢走了他所有金币。这时炎帝习惯性地摸了摸大山的头，钱少点也没事的，我会好好用的，人活着都是这样的，你说是吧？紧接着转身就掏出长枪，既然你已经看清我的脸了，做人不能留后患，就让我直接送你去见阎王吧。但早有准备的大山也是这么想的，对着炎帝胯下就是一个电炮，我让你毫无后患。紧接着在炎帝痛到蜷缩后退时，大山不给任何机会，急速拔出短刀，在空中划出一道致命的血色半月斩。精通各种死法的大山，仅凭刀刃划过对方脖子的触感，就知道炎帝会在8秒后死去。但显然大山连1秒都不会给他，万一生命濒危的时候让你觉醒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送走你。确认炎帝彻底死亡后，大山一直有个无法理解的奇怪的点，你杀了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呢？直到这一天我终于懂了，你丫的不过是一个杀人魔，却要装成正在进行神圣决斗的骑士一样耍帅。就凭你这种有了超能力就肆意妄为的家伙，偏偏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还杀了我这种无辜的路人。既然你这么想装高尚，那就请高尚的你去填饱这群饥饿的红狼吧。但大山不知道的是，这边刚解决了未来的第一猎人炎帝，又卷入一场更大的风波，那是比炎帝还恐怖的存在。现任第一猎人剑圣，他已经盯上了大山。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这个技能为王的世界，当代最强猎人剑圣却连一张黄金技能卡都没有。至于大山是怎么知道的，他只是被剑圣小小的砍了一下，小伤而已，就是脖子有点凉飕飕的。正当大山兴奋地挑选剑圣的技能卡，期待和炎帝那时一样时，下一秒大山就愣住了。为什么没有金色的卡片？谁能想到，在炎帝之前作为传说存在的猎人，竟然是一个没有任何 S 级技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达到了最顶峰的男人。就在刚刚，大山来到酒馆，为自己打破炎帝那永不磨灭的传说而庆祝。彻底放松下来的大山，终于有功夫查看他的猎人面板了。虽然还只是 F 级，但他却有一个死一次就能复制敌人技能的 S 加级技能，以及从炎帝那复制的能够无限复活的 EX 级技能。有了这2个被动技能相互生效，那简直是左脚踩右脚，直接原地飞升了。想到这里，大山高兴的都不用下酒菜了，光看技能不对啊，话说我还没有战斗技能啊，这就是人永不满足的欲望吗？不过就到此为止吧，再想要其他技能就不礼貌了。我可不是小偷，而且只用现在的技能，我都可以一步登天。比如我可以去买商人行会发行的彩票，轻松积累大量财富，也可以卖谁也不知道的上层塔的攻略方法。不仅所有顶级猎人为了攻略方法都得给我打工，还能获得他们的尊敬。就在大山畅想自己的未来人生时，一个身穿西服配运动鞋的美国老人推门而入，张口就要一杯温奶配伏特加核桃，如果有蜂蜜就更好了。这种美国佬绅士缝合怪，成功引起了大山的注意。这一看不要紧，大山直接惊讶的目瞪口呆。江湖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剑圣，竟然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还对他露出了古怪的笑容。大山他敢肯定，无论在哪一天，自己都绝对没有和剑圣有过任何交集。那这个时代最神秘强大的男人，为什么一进门就是一副早已看穿我的样子呢？在剑圣离开酒馆后，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的大山追了出去。他现在很想搞清楚剑圣壶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反正自己死了也能复活，试试就是试。而剑圣早就预料到大山一定会跟踪自己，依旧不紧不慢地穿过人群。这时大山已经头脑过载，一边脑补之后的场景，一边想着怎么刺激剑圣干掉自己。炎帝都有 EX 级的重生技能，比炎帝早一代成功的剑圣了，说不定会有比重生还牛逼的技能。一想到这技能马上就归我了，整个人激动的都快溢出来了。许久后，一道声音打断了大山的思路，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月光下，剑圣单手杵着拐杖剑，别着急出来，年轻人，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人知道的。金公子有些奇怪，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的被发现，他连忙向眼前的大叔解释，自己是有事要摆脱他才跟了过来的。剑圣让他不要再假装，他有个能看到对方干掉过几个人的技能，在他的眼里，金公子就是个屠杀者。金公子有些错愕，他知道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做坏事就是做了坏事，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但他只干掉过炎帝，怎么就成屠杀者了？他极力地向剑圣解释道，自己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才做那种事的。剑圣缓缓地拔出长剑说道，像你这样的恶魔，竟然还敢说是为了大义。虽然自己也不是什么清清白白的人，但也从没像你这样无差别的屠杀。金公子惊恐地说着，自己有生之年只干掉过一个人而已。剑圣拿剑直指着金公子，满嘴谎话，在你头上浮着的4091这个数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这个男人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金公子因为好奇当代猎人排行榜榜首剑圣的技能跟上了他，
却被误认为是个屠杀者，一言不合就要拔刀相向。现在的金公子在剑圣眼里，无疑是个干掉了4091个人的大魔头。只有金公子知道自己是有多冤枉，除了炎帝刘书下的那一次，其余的4090次全是干的自己。剑拔弩张的剑圣向金公子问道：“你是黑龙的魔女派来的吗？”此时的金公子来不及思考太多，他知道不管自己怎么说，剑圣都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于是他拔腿就跑。剑圣随后就已跟在了他身后，挥手就是一剑向金公子砍去。金公子一个后仰躲掉这一击，但他也摔倒在地。被躲掉这一击的剑圣更加的确信，这个人肯定就是个屠杀者。金公子一脸无奈，第一次是运气好，第二次他是不可能躲开的。剑圣举起长剑，向似乎在接受审判的金公子刺去时，又开始自言自语了起来，好像是在跟谁对话似的。见此状的金公子不由得担心，这该不会他是有什么技能能够心灵感应，正在向其他人共享自己是个大魔头吧？如果真是这样，不仅会被猎人管理局通缉，还会成为大型工会的目标，那就麻烦。想到这里，金公子觉得自己必须马上牺牲，回到24小时前，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把之前查看到的剑圣的所有传言一股脑的说了出来。他想激怒剑圣。当金公子说到他的孙子孙女时，剑圣长剑一挥，金公子甚至都没感觉到，他出手就已经没了。下一刻，时间重塑技能发动，技能复制发动，看着已生成的技能卡，金公子激动了起来。这样2个时代榜首的技能就都是自己的了。下一秒他就呆住了，满屏的技能卡居然没有一张是金黄色的，他不敢相信堂堂剑圣居然没有一个 S 技能。金公子非常的懊恼，心想没有 S 技能还能成为猎人榜榜首，那么他一定会有很强的技能。金公子伸手抓向了4张银色卡片的其中一张，心中呐喊：来吧，出现吧，剑圣的最强战斗机！选择完成，开始复制技能，时间重塑回到24小时前。这个男人有多猛，竟然连续复制了2代猎人榜榜首的技能。在成功复制剑圣的技能后，金公子再次从自己的房间醒了过来，激动的他来不及去想太多，立即打开了自己的技能面板，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似乎多了个人。看着刚复制的技能，他既兴奋又好奇的自言自语起来。就在这时，一句不要再吵了的抱怨声在金公子耳边响了起来。吓了一跳的金公子惊恐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着眼前红色头发的彪形大汉，金公子呆滞的问道：你是谁啊？彪形大汉听到这个陌生的声音，也好奇的回过头来看着金公子说道：你又是谁啊？你看得到我，还听得到我说话？看着这个陌生环境的彪形大汉，继续自顾自的抱怨道：这是哪啊？怎么跟个狗窝似的？马尔库斯那老头呢？听到马尔库斯这个名字的金公子赫然想了起来，这不就是剑圣吗？随即他仔细的查看了自己复制的技能，这是一个叫剑之圣座的 A 加级技能，来自于异世界的他，在那个世界里他挑战攻塔99层，却在100层近在眼前时挑战失败，因此他带着遗愿成了除持有者外任何人都无法看到的背后灵。虽然在这个世界无法和他发生物理接触，但他能够通过精神与持有者交流。另外他还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实力。看完技能的金公子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抱歉地向彪形大汉解释道自己把他从剑圣那复制过来的经过。听到这个消息的大汉犹如晴天霹雳，嚷着要退货，让金公子快把自己还回去。金公子一脸无奈表示这个自己根本做不到。看着一直在抱怨自顾自话的大汉，金公子终于明白为何剑圣老是会自言自语。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大汉，金公子向他解释起事情的经过以及自己的技能。在得知金公子不惜扎了自己4000多下，回到11年前干掉仇人后，他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相当有毅力的少年，感觉是个可造之才。于是他提出要看看金公子狩猎的样子。夜深人静的狩猎区，金公子拿着小刀，手起刀落的和史莱姆搏斗起来。看着史莱姆的还击，金公子丝毫不惧，随即又是一刀解决掉了眼前的史莱姆。看着战斗的金公子，大喊道一声：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听到这话的金公子不明所以，随即大汉解释道自己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活着的时候被称为剑帝，在那个世界也一样出现了高塔，而他比任何人都要快地登上了那座塔，所以只要用看他就知道猎人的才能。就因为这样，他才想要看看金公子狩猎的样子。虽然金公子很不自信地认为自己没什么才能，但在剑帝的眼里，这个少年在战斗方面虽然有些欠缺，不过有个才能唯独金公子才有，那就是毫不畏惧死亡。这个男人要开始逆袭了，来自异世界的剑帝要收他为徒。虽然金公子觉得自己根本没什么才能，但在异世界里几乎登上高塔100层的剑帝一眼就看出
金公子有个别人都没有的才能，那就是毫不畏惧死亡。一般人在战斗时，无论如何都还是会小心一点。令人惊奇的是，金公子却丝毫不会这样。在这个世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能够克服死亡的恐惧。见地由衷地夸赞道：“金公子，你非常厉害。”金公子有点茫然，没想到死亡竟成为了自己的才能。这或许是因为之前已经死过4000多次的缘故，所以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感也完全消失。见地看着一脸茫然的金公子，不由得好奇起来。既然他的技能不是抢夺而是复制，那么剑圣身边也会有另一个背后灵。这个少年和剑圣究竟谁会成为更成功的猎人？随即见地很自信地向金公子表示：“我会让你成为比那老头更强的猎人，去征服高塔。”夜深人静，一人一魂默契地大笑了起来。自此之后，为了变得更强，金公子开始按照见地制定的计划进行训练。每天天没亮就被见地拉起来跑步，在这期间他又再次时间回溯干掉炎帝刘树下一次，也在努力地躲开剑圣，避免遇见他。但是想要更好的训练，提升自己还是需要花费大量的金币。于是金公子在见地的怂恿下，利用自己的技能去商联买到了中奖的彩票。商联是这个世界排名较靠前的工会，也被称作商人联盟，会长是排名第3的猎人伯爵。塔内只有他拥有能和外面世界交换物资的技能，因此商联几乎垄断了塔内的经济，也只有商联才有彩票售卖。今天是金公子他们来到商联兑奖的日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戴着猫耳帽的少年。当猫耳男看到这张头奖5300万的彩票，一下就呆住了，连忙跑去叫来负责人。随即他们就被一位外号金库守护者的中年猫耳男请上了2楼的 VIP 室。看着一大堆的金币，金公子无比的激动，这相当于55个小目标的金币，放在外面够一辈子都活得很轻松。不过金公子已经下定决心要征服他，登上猎人的顶峰。钱只是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而已。想到这些，金公子就已释然。他用1万金币向商联工会购买了一个2级荣誉工会成员资格，其余的放在商联金库里保管。毕竟金公子现在还没有加入任何工会，这样一来不仅能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还能得到工会的庇护，一举两得。此番操作让见地都不由得赞叹，这家伙脑子转得还挺快。随后金公子表示，希望让工会介绍一处能够暂时栖身的住所，并交代金库守护者，如果报社问起头奖得主身份，一定要告诉他们是商联的荣誉会员。金库守护者看着眼前这位少年一脸无奈，本想把他当软柿子，没想被反将一军。此刻的金公子心情很不错地说道：“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4000多次的死亡和4000多日的时间回溯，之前为了找炎帝复仇而没有认真使用过时间回溯的特权，从此刻开始该是好好享受他的时候了。对完大奖的金公子在见地的提议下，马不停蹄地赶往灵药商店购买能够让身体能力大幅提升的灵药。当金公子得知以他刚兑完大奖的几千万金币也只够买4-5瓶的灵药时，犹如晴天霹雳，才刚有钱就得马上破产了。但是为了提升实力，迫于无奈，金公子还是跟随着见地前往灵药商店。半路上刚好碰见同样赶往商店购买灵药的剑圣，金公子吓得连忙躲了起来。看着剑圣走进了商店，金公子他们只好无奈的先放弃，毕竟现在的他和剑圣碰上风险还是太大了，要是被发现脑瓜子又得嗡嗡的疼。随即金公子利用自己11年的信息差，拿出了他的小灵通，查起了猎人榜的即时排名。在翻阅一会后，金公子自信地表示自己知道从哪里能够买到更好的灵药，而且花的钱或许会比想象中的要少。随后两人就来到了一处偏僻破烂的街道，见地不由得怀疑这里真的会有厉害的药剂师住在这里。金公子一脸不可置否地说道，不仅实力很好，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天才。行走了一会，两人似乎已经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凶神恶煞的大汉和柔弱少女的争吵。少女向大汉祈求给她点时间，不要拿走她的东西。大汉大声的怒吼道，不还钱就都通通拿走。随后一把推开了少女。强盗众人推周围的人们纷纷指责少女卖的药贵，但是别人不知道少女几乎是以成本价在出售这些有着很好效果的药。见地也不禁的怀疑，眼前的这个蠢货真的会是天才炼药师。当然这个人在金公子眼里可不是什么蠢货，这个人可是在未来会成为排行榜第5炼金城工会会长的药剂师炼金城主。金公子走到他面前说道，老板娘，我想跟你订购稍微有点贵的东西。看到生意上望的少女连忙答应了下来。当他得知这是一笔2万金币的大订单时，也是大吃了一惊，因为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金币。此刻的金公子也已经暗暗地下定了决心，这个在未来会成为谁都招惹不起的大人物，在他崛起之前一定要和他打好关系，成为那个熟到透的常人。
在这个世界，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猎人，那就是打怪升级攻高塔，但前提是要有强劲的体魄、厉害的技能。为了买到价格实惠、效果好的灵药来提升身体能力，金公子他们来到一处偏僻的小巷，找到还未成名前的炼金城主。在得知金公子需要订购一笔大订单灵药，炼金城主连忙把他们请进了破漏的屋内。进去一看，也是把金公子他们惊了一下。他知道以现在的炼金城主来说，房子肯定是简陋的，但没想到这么简陋，一旁的剑帝也不由得嫌弃起来。少女紧张地向金公子确认是否真的会付2万金币给他。看着穷困潦倒连待客之道都端不出来的炼金城主，金公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表示可以先预付。听到这话的炼金城主一脸感激，随即认真地问起需要制作的药品，并表示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如果是那些奇奇怪怪的药，他是不可能去做的。金公子连忙说道，自己不会让他制作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品。随后剑帝把自己亲身试出来的药方告诉金公子，金公子复述给炼金城主。记录完这23种材料的炼金城主片刻后就理解出这药方的效果和制作方法，让一旁的剑帝不由得赞叹，这少女还是有些实力的。少女看着药方念叨一会后，向金公子说道，最快4天制作好是否可以？这在未来等1年都未必能等得到，现在仅需4天。想到这，金公子爽快地答应下来。4天时间转瞬即逝，炼金城主带着3箱满满当当的灵药来到了金公子的新住所。看着这30瓶的灵药，金公子一脸满足，不仅花了最少的金币买到了这么好的药，还和未来的排行榜大佬打好了关系。在送别炼金城主之后，金公子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灵药的效果，随后便和剑帝来到了第3层的狩猎区。看着对于现在的金公子来说都很强的妖兽，剑帝让金公子先把灵药喝了。金公子拿出1瓶灵药一饮而下，片刻后，金公子心脏传来阵阵的刺痛，一瞬间整个人接近崩溃，整个人变得呆滞了起来，脑袋嗡嗡作响，疼痛不已。这到底是什么药啊？人的成长总是会付出点代价的，想要成功就必须忍受别人忍不了的痛苦。金公子在喝完炼金城主炼制的灵药后，感觉像是夺命乌苏喝多了，瞬间上头，头痛欲裂，甚至觉得自己有几根头发都能说得出来，连滴下来的汗水感觉都会变得无比真实。一旁的剑帝也没想到，炼制出来灵药效果竟然这么好，这也是灵药最好的效果。它可以提升身体对现实的反应速度，更真实的去感受到体内的灵气。每个进入塔内的猎人身体里都会产生灵气，只是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能够自由的控制灵气，就是此次成败的关键。正常情况，金公子这种状态下需要一边冥想一边感受灵气流动，但那样太费时间。为了更快变强，只能让他的身体辛苦点。此刻在崩溃边缘的金公子丝毫没察觉到，一只巨型妖兽正在向他袭击而来。被剑帝提醒后，他才反应过来。金公子看着袭来的妖兽攻击，在他眼里像是放慢了好几倍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脑子跟上了，身体却是跟不上。剑帝连忙的提醒道，让灵气在身体自由流动起来，把灵气汇集在脚上就能躲过去。金公子拼命的控制起身上的灵气，片刻后仿佛有一股能量在他的身体右侧流动起来。金公子赶紧加速逃跑，堪堪躲过了妖兽的这一击。妖兽像是被击落了一般，又是一棒向金公子砸去。再次躲过这一击的金公子顺势一个转身，他努力的控制起自身的灵力，将灵气集中在左腿上，随即他抽出腰间的小刀，一个剑步跃起朝妖兽刺去。虽然刺中，但妖兽的皮太厚，这一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在剑帝的提醒下，金公子将全部的灵气灌输到小刀上，随后他疯狂的朝妖兽攻击而去。在连续拼尽全力的攻击下，妖兽终于应声倒下。看完战斗的剑帝称赞道，猎人就是要一边对战一边动脑，最后像弹簧一样压缩灵气，这一招很不错。但此时的金公子也好不到哪去，由于他的身体太弱，还没打通身体的通道，这样任意的使用灵气，让他的身体也受到很大的创伤，现在基本上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看着痛不欲生的金公子，剑帝建议他直接被妖兽干掉，然后再重生，这样不管进行多激烈的训练，身体都会恢复正常。按这样继续下去，大概再来个100次轮回，就能自由的控制灵气了。万丈高楼平地起，100次死亡始于一，那就从第一次死亡开始吧。拥有重生的技能其实也是一种痛苦，每次重生前都要经历一次死亡的绝望。就在刚刚，金公子为了击败妖兽，强行耗光了灵气，变成半死不活的状态。为了更快的恢复继续训练，他选择了被妖兽杀死重生复活。下一刻技能发动，金公子来到了他每次死亡后都会来到的地方，他把这称为冥界。但这次不同的是，没想到剑帝了跟着一起来到了这里。第一次看见这场景的剑帝也是一下就懵住了。金公子并没有理会一旁的剑帝，
而是望着前方透过来的光芒发起了呆。这竟然是妖兽的技能卡，没想到妖兽的也有技能还能复制。金公子伸手就要抓向2张卡片的其中一张，一旁的剑帝连忙出声制止。既然有的选，应该选更好的那个。金公子一脸无奈地向剑帝解释，自己根本没办法得知哪张卡技能比较好。2张卡片都是同样的咖啡色，而且只能看到背面，所以只能看运气。剑帝不解地说道，怎么会不知道哪张技能比较好，并自信地表示自己能够看到。原来技能卡都是以金公子的视线为基准，背对着他在移动，而背后灵可以随心所欲地飞来飞去，所以剑帝才能看得见。知道这个后，金公子瞬间激动了起来，以后就再也不用为选择技能而烦恼了。随后剑帝将2张卡片的信息详细地告诉了金公子。对比之后，金公子选择了一个名字有点奇奇怪怪，叫做奇切的 F 级技能。下一刻，金公子刚醒过来，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试用刚复制的技能。剑帝劝解他这次就先进行温柔的打坐训练，因为一直要死掉也会很痛苦。金公子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毅然决然地来到了第3层的狩猎区。到了狩猎区的金公子也不拖拉，马上拿出一瓶灵药一饮而尽。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一次他并没有感觉到太难受，随即他就把灵气运转了起来，小刀在他的手中飞速的旋转，一个箭步就朝妖兽冲了过去。看见他攻过来的妖兽，立马狂暴了起来，举起锤子就朝金公子抡了过去。金公子见状也不慌，朝着妖兽大喊了一个切字。听到这个字的妖兽一下就懵住了。金公子见状心情大好，这个刚复制 F 级技能原来还能这样用。金公子立即举起小刀朝妖兽挥舞过去，随着噗呲一声响起，妖兽应声倒下。解决掉妖兽的金公子信心满满，第3层现在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两人片刻后就朝着塔的第4层走了过去。拥有重生加复制技能的金公子在这个世界就像是个 bug 一样，在剑帝的教导下，经过层层历练，攻破了第4层，来到了塔的第5层。现在在他面前的就是第5层的大 boss 哥布林之王。面对满脸鄙夷的哥布林之王，金公子丝毫不惧，充满自信，因为这已经是他第6次攻打这层。只见金公子灵气运转，全身充满士气，随即一个箭步冲向前方，向哥布林之王大喊了一声嘎鲁。听见这一声的哥布林之王一下就呆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除了他以外，竟然有人能够这么流利地说出他们一族的王之语。金公子立刻抓住机会，运转灵气，一个暴击刺向他，绿色液体喷涌而出，哥布林之王轰然倒塌。金公子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剑帝的出声打断了他。剑帝一脸鄙视，金公子用了6条命才从哥布林之王那复制的一个叫哥布林上流社会的技能，用一那句嘎鲁才打败他。金公子正想反驳，头顶一个弹窗亮起，随即全身散发出血红色的灵气。猎人金公子的等级提升。剑帝看着金公子散发出来的灵气思量了起来。金公子好奇地说道，这不就是等级提升的特效吗？剑帝向金公子解释道，升级出现的特效可以看出灵气的形态。一般来说，灵气的形态取决于猎人的心理创伤，通常是人生中决定性的事件或场景，可以说是一种潜意识。但金公子的灵气似火非火的血红色，思考一会后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剑帝就提议让金公子上第6层。刚打完大 boss 的金公子自信心爆棚，声称要直接去挑战第10层。剑帝觉得他不可能攻破第10层，随即两人就打起了赌。金公子要是在2条命内没攻破，就叫剑帝师傅，否则剑帝就需要毕恭毕敬的叫金公子公子大人。片刻后，两人就来到了第10层的大门，却被一个善良的守卫拦了下来。守卫表示金公子一个人进去无疑是送死。随即金公子握起守卫的手，声情并茂地向守卫演了起来，声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身为猎人，与其躺在病床上，更想继续挑战怪物，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说完，金公子就把钱袋塞到守卫手中，并表示这个自己用不上。此时的守卫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就连一旁的剑帝多被金公子的演技所折服。两人也顺利地进入了第10层，来到了一栋小洋房。这原本是刘树下攻破的楼层，这一次就由金公子来写下更华丽的传奇。这是一个连一直保持最强工会地位的黑龙工会都连续挑战失败30次的一层，却被还没成为炎帝的刘树下攻破。如今的炎帝刘树下已不复存在，刚成功升级的金公子想要重写炎帝的传奇，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这一层。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各处透着丝诡异的洋娃娃。刚走进去，金公子身边立刻燃烧起熊熊火焰，随即正式开始进入关卡。第10层魔王级怪物地狱火少女。通过第10层的提示也很简单，就是在众多人偶中找到唯一一个真正的人偶，并将其消灭。但一旁的剑帝一眼就看出这并没有那么容易，周围燃烧的火焰并非普通的火焰，
而是由灵气产生的地狱之火。以目前金公子的实力，不管怎么将灵气缠绕在身上，做出防护罩，在这火焰中顶多只能撑10分钟。不过对火形态灵气的猎人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炎帝能够通关的原因。看着运转起灵气防护罩，在苦苦的支撑的金公子，剑帝嘲笑起他之前的大言不惭，想要2次内就通关，并说道就等着认输吧。想要通过这个关卡，要不就是在1/1000的几率中找到真正的人偶，或者把运用灵气的能力练到可以支撑找到人偶2种方法。听完这话的金公子像是有什么预谋一般笑了起来，随即他看时间不多了，随手拿起了其中一个人偶，但很显然他拿到的就是错误的人偶犹如蜡烛一般，在金公子手中瞬间融化起来。下一刻金公子再也支撑不住，灵气防护罩如同落地的玻璃轰然碎裂，暴露在火焰中的金公子在熊熊的火焰的燃烧下痛苦的喊叫起来。下一刻死亡的金公子再次来到冥界，痛苦的喘息着。当他看到复制出来的技能有 S 级技能时，所有的痛苦烟消云散。看着这个可以制作出地狱之火 S 级技能的金公子，却迟迟没有选择。他觉得很奇怪，几万个人偶在熊熊火焰下都不会着火，那么就应该会有不怕火的技能。随即他让剑帝把每一张卡片的技能复述给他，在最后时刻终于找到了那个免疫火焰的技能。选择完技能的金公子这一次并没有立刻回到24小时前，由于他已经升级到1级猎人，技能附带的惩罚也随之将至。惩罚开始，将重现地狱火少女的心理创伤。这是一个闹饥荒的小镇，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女孩正在沿途乞讨。她小心翼翼地敲开一户居民的门，祈求眼前的男人给她一块面包，就算发霉的也行，但被无情的拒绝。她被大力的关门声吓退，在众人的嫌弃声中，小女孩继续寻找着食物，迎面撞向一个风衣男。看着她伸手过来的小女孩害怕地护着头，没想到眼前的男人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并告诉她他是名医生，他的家里还有很多跟小女孩一样的朋友。小女孩眼发泪光，哽咽了下，满怀期待地跟随医生回去。但这里根本没有可口的食物和小朋友们的一起玩耍，被带来的小孩们都被当成野兽关在了笼子里。医生和他的信徒们把这个国家闹饥荒的原因都归根于是这些成天只会伸手乞讨的孤儿害的。这些小孩被他们当成祭品，献祭给他们的神，以求拯救这片土地。看着周围越来越少的小朋友，小女孩陷入了无助和恐惧的情绪中。金公子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思绪万千。他完全没想到第10层的 BOSS 地狱火少女原来生前也是人类。一旁的剑帝告诉他，通常只有魔王级的怪物才是如此，是根据异世界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所创造出来。从第11层后，这种倾向会更加明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拿着烛台走了过来，一个不小心踉跄摔倒在地，烛台的倒地瞬间引发熊熊的大火。医生带着众人疯狂地往外逃跑，临走时还不忘带走尽可能多的金银财宝，似乎根本没人在乎。所有的孩子们还在地下室，在大火的席卷下，他们是多么的无助与痛苦。他们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不想饿肚子，只是想和朋友们玩，仅此而已。心理创伤重现完毕，惩罚结束。回到住处的金公子久久不能平复，假如是在这座塔里发生过的事，或许他还能死个几千次时间回溯去改变，但这是发生在其他世界其他时代的事情，他根本无能为力。炎帝劝解他，现在的魔王只是单纯的怪物，原型里的孩子早就已经在异世界里死了，想要通过关卡就必须攻破它。但金公子并不想按照规定方式去做，在看过之前复制出来的魔王技能，很清楚的写着，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狱。那么之前的黑龙公会在没杀死魔王的情况下却能全员而退，结论只有一个，是魔王允许他们逃走的。这些小孩们只是想和他的朋友们玩。现在的金公子也只想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关卡。再次进入塔里的金公子用起火免疫技能朝眼前的人偶走了过去。他没有想着去打败魔王，而是跟眼前的玩偶们提议一起玩捉迷藏。看到好像和别人不一样的金公子，人偶们似乎开心的笑了起来。随着捉迷藏游戏的开始，金公子走到了人偶前，依次抚摸着每一个人偶的头。此时的人偶就像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开心的和他的朋友们玩耍嬉闹。随着一个一个的被抚摸过去，人偶也想象得到了慰藉，渐渐的消弱。最后金公子来到白发小女孩的面前，他缓缓的伸手抚摸小女孩的头，轻轻的说道，抓到你了。此刻的小女孩露出温柔的目光看向金公子，像是得到解脱一般渐渐消弱，仿佛开心的对金公子说道，谢谢你，恭喜你通过一般关卡，通过隐藏关卡，
这一天，整座城市都放起了绚烂的烟花。第10层关卡于今日被攻破，24小时后第11层的关卡也将开放。在每层塔的人们也议论纷纷起来，好奇究竟是谁通关了。连第一公会都失败30次的第10层，而此时刚通关的金公子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之中。一旁的剑帝率先打破了气氛，告诉金公子他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了关卡已经很厉害了。在剑帝还活着的时候，通过隐藏关卡的次数于是屈指可数。这次的金公子的奖励应该很不错。金公子没好气地瞪了剑帝一眼，拿起小灵通看着评论区里众多对自己的讨论。对于自己从小透明变成了猪脚，心情也大好了起来。就在这时，让金公子进入第10层的守卫慌忙地跑了过来，询问是不是他通过了第10层，因为今天只有金公子一人进入。金公子走到守卫的身边拍了拍他，随后说了句：“你可是收了我100金币的，可要帮我保密。”后便扬长而去。在回第1层的路上，金公子突然想起和剑帝的赌约，向剑帝表示以后就要叫金公子大人了。此刻的剑帝画风突变，想要争辩点什么，金公子丝毫不理会他。片刻后，他们来到第1层咖啡馆，心情愉悦的喝着咖啡，似乎是有预谋的在等待着什么。没多久，一只小猫出现在金公子视线中。金公子当然知道这只猫是谁的，但他也假装不认识，抱起了小猫。随后，一群奇装异服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询问他是不是金公子猎人。金公子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一样，立刻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确认身份的众人纷纷拿起自己的小灵通，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黄发男子率先挂掉电话，向金公子介绍自己是自卫队工会人事组长。早有预谋的金公子打断了他的话，表示自己有2件事要事先声明：第一，在进入第11层前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第二，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下打扰到其他的客人。各工会的人立刻心领神会，有人包场，有人在清场。片刻后，金公子让他们都说出自己的条件，随后众人又七嘴八舌了起来。自卫队提供2万金币做定金，冒险联盟2万金币加干部职位，天武门马上聘你为教练，并提供2万5金币，万神殿给荣誉职位，管理局请你当宣传大使。面对纷纷开出的高价条件，金公子内心毫无波澜。就在这时，金公子怀中的小猫跳了下来，幻化成异域风情的大美女，她就是商联的会长，排行榜第3的伯爵。伯爵缓缓地说道：“商联50万金币，并提供副会长职位。”金公子缓缓摘下耳机，现在这场协商才终于比较像样了。你敢相信这个女人竟然有40岁了吗？就连金公子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个身为商联的会长，塔里最有钱的人，应该每天都有喝长生不老的灵药吧？对于伯爵的报价，各工会的干部们都沉默了下来。伯爵看他们默不作声，随即便表示让他们回去把上司叫过来。干部们只能悻悻然地离开。片刻后，一名独眼的男子一脚踹开大门，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他就是排行榜第5的天武门工会长毒蛇。紧随其后的是排行榜第4万神殿工会长异端审判者，排行榜第8自卫队副会长圣骑士，排行榜第2黑龙工会长暗黑魔女。在干部们离开之后，这些工会长们纷纷前来齐聚在一起，似乎就像是串通好的一样，让金公子不禁的怀疑，这不可能全是偶然，是为了动摇他而上演的戏码。看着来势汹汹的各工会长，剑帝也在一旁提醒金公子别怕，他们是在故意吓他，想试探他而已。对于这个金公子当然是无所畏惧的，万一不顺利，大不了干掉自己再重来。暗黑魔女开门见山地向金公子询问想加入哪个工会。各工会在第9层都浪费了太多时间，多亏了金公子突破了第10层，现在他们有机会向外部展现塔的价值，吸引更多外部人士进入塔内，也能让在第1层懒惰懈怠的猎人们燃起斗志。暗黑魔女见金公子没什么反应，随后继续向他说道：“我们需要一个能向外部和塔内积极宣传的手段，一个开启全新时代、威风凛凛的指标。”早有预谋的金公子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只要能拉拢他的工会，就会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但是这样一来，其他工会就免不了成为手下的命运。随即金公子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扑克牌，向他们表示用扑克牌来决定谁拿到第1名，他就加入谁的工会，不需要任何定金和职位。但如果是金公子赢了，就必须让他同时加入在场的所有工会，并且必须让他拥有与各位同等的待遇。各怀鬼胎工会长们纷纷表示，只要不作弊不使用技能可以接受。一场好戏即将开始，5大工会强人有多随便，竟然用打牌的方式来决定。随着牌局的开始，金公子悄悄地跟剑帝说道，只要能帮他赢了，
以后就不用再叫他金公子大人。剑帝得到这个消息，犹如解脱一般，欢呼雀跃了起来。随即一场毫无悬念的牌局就此打响。这家伙拿的是顺子，你放弃吧。这小子拿着一个对子，还想吓唬人。这家伙想测葫芦，不过不用担心，我看过其他的牌了，他组不出来。随着一个个的输掉出局，毒蛇暴躁了起来，指责金公子作弊。奈何没有证据，只好作罢。随着时间的流逝，坐在桌子上的也只剩金公子和暗黑魔女。魔女向金公子表示，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当那个时钟倒数至0时，大众会开始对你评头论足，而你也将会展开和过往截然不同的人生。金公子一把推出桌面上的所有金币，并说道：“我有自信能赢，趁此机会，我也想告诉各位，我并非只是借由攻略第10层的成就就想得到优待，我还会继续挑战20层、50层甚至100层。如果需要用到我的名字，那就请尽情的使用，但也请各位协助我登上塔顶。”随着最后的开牌，金公子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成功的加入在场的所有工会，并享受和他们同等的待遇。随即他便准备离开，回去为去第11层做准备。魔女好奇地问他，第11层是怎样的地方？你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准备。金公子笑了笑，缓缓地说道，是角色扮演，从第11层到第20层都是这个主题，这是他通过第10层时奖励提示说的。片刻后，金公子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第二天，随着11层开放时间将近，金公子来到了11层的开放口。此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随着时间的倒数，天空上一个巨大的烟花响起，随后便出现一个宛如天神的金发女人。金公子暂且把她当作是一个 NPC。随即整个天空都响起了 NPC 的声音，全体猎人请注意，即日起新手教学正式结束，第11层正式开放。战士们，有个世界需要各位伸出援手，那个世界现在正在魔王的侵略下苟延残喘，现在需要各位传送到那个地方，作为勇士背负起拯救人类的使命。这个身为 F 级最底层的猎人，经过重重磨练，终于和排行榜的大佬们平起平坐。今天他也将踏上新的征程。当宛如天神的 NPC 在宣布完第11层正式开启后， NPC 继续缓缓地说道，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使命，请说出传送。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划破长空，剑圣身形飞速而过，一剑把 NPC 斩成了2半。被展开的 NPC 就像一道全息投影，闪烁了几下，片刻后便恢复了原状。剑圣看 NPC 并没什么危险，随后说了句传送便消失不见。一端审判者也紧随其后传送而去。见2个大佬已经率先出发，众人们也纷纷争先恐后的跟随而去。就在这时， NPC 的声音又继续缓缓地传来，从11层到20层，各位将面临信任的考验，各位会找到答案的，而那个答案将会让各位重新认识自己。当金公子还疑惑 NPC 说的话时，一大群记者纷纷朝他涌来。看着奔涌而来的记者，金公子就像脚底抹油，迅速地传送而去。与此同时，率先传送离开的剑圣来到一处战场上，人魔大军正在展开着激烈的战争。刚来到这片土地的猎人们一时间也不知所措。随后，一名身穿铠甲的战士朝着众人们跑来，发布了一项守护港口的任务。这次的战斗将成为拯救帝国的第一步，若失败将无法开启第12层。接受任务的众人们此时也陆续加入了这场战斗。就在这时，金公子通关第10层的奖励也接踵而至，一般关卡奖励，全身将获得庇护，并可观察第11层到第20层的图内地图。隐藏关卡奖励，获得人神的庇护，可观察第11层到第20层所有 NPC 的能力值和所在位置，获得伤神的庇护，可以选择并持有一项存在于第11层到第20层中的道具。获得这3种奖励的金公子犹如如沐春风，得意忘形了起来，就连一旁的剑帝也不由得嫉妒起来。随后金公子向剑帝表示，想在这里打败魔王只有2种方法，要么拥有能够独自击杀一支军队的实力，要么就是带领一支军队一同战斗。很显然，金公子选择了第2种方式。剑帝一脸嘲讽地说道，你有指挥一支军队的能力吗？金公子傲娇地打开了技能面板，指了指自己那个想像你一样的技能。随后他便使用其刚得到的奖励，筛选出就近拥有领军能力的将领。确定位置后，他便立刻跑去寻找。片刻后，他来到了一名叫埃金的将军面前，义正言辞地请求他杀掉自己。从未见过如此要求的埃金将军一下就呆住了。随后金公子摸着自己的良心继续表示，他有秘密能力，只要杀掉他战区里的人都会获得神的庇护，就算是这样正义的埃金将军也无法对他下手。最后在金公子的软磨硬泡下，埃金将军含泪把金公子斩杀在地。下一刻，你死亡技能复制成功。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这个世界除了有用刀的猎人外，还有用兵的猎人。众猎人用诧异的眼光
看着坐在马背上的金公子，明明大家同样是猎人，为什么只有他可以和将军一起骑马？听到这种妒忌他的声音，金公子一脸满足。在之前的死亡中，他成功复制了 NPC 埃金将军的技能，让金公子能够掌握战场的能力。这个技能让金公子假装成是战争的专家，并获得将军的信任。再配合小地图的使用，在战场上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多次的重复，金公子对这场战争的局势已是了如指掌。这次他势在必得。随即金公子举起兑换而来的长剑，这是一把传说级的圣剑，持有者将会获得全埃金帝国子民的绝对支持。当士兵们看到金公子举起的圣剑，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士气大涨。金公子一脸得意地笑了起来，这感觉真是太爽了。剑帝一脸嫌弃向他说道：“不就是一把只会发光的剑吗？明明有更好的武器，偏偏要选它。”金公子向他解释道：“这可是第20层 NPC 都想得到的剑 ，NPC 可不是只会派任务，还能帮忙解决任务。”随后金公子便指挥军队向前进攻。擒贼先启蒙，金公子坐着战马，向这一关的巴斯哥布林之王奔袭而去。随即一个跃起长剑一挥，哥布林之王轰然倒地。在场的将士们瞬间沸腾欢呼了起来。魔王被击败，小怪们兵败如山倒，纷纷逃窜。猎人们奋勇而上，击杀所有怪物。随即系统提示响起，通过关卡，第11层于今日被攻破。众猎人们也欢呼雀跃了来。对于他们来说，仅用1天就已攻破关卡，但对于金公子就像是经过了无数天的重复，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随后贡献榜排名显现，金公子赫然排在了第1名。就在这时，埃金将军走到了金公子面前，向他表示感谢，并向金公子伸出他那满襟沧桑的手。尽管我们所在的世界不同，但与彼此握手的行为却有着相同的含义。随即传送通道开启，系统再次传来提示，排名靠前的猎人将获得奖励，并优先进入第12层。在靠前的猎人全数领完奖励前，其人等无法进入第12层。看着消失的猎人，埃金将军轻轻地说了声：“以后我们的帝国就拜托你们了。”身为普通的1级猎人，凭一己之力带兵败魔王，通关第11层获贡献榜榜首。埃金将军紧握他的手，仿佛想要说：“金公子，你是我的神。”随着任务完成，金公子他们进入传送通道离去，但他并没有被传送回去，而是和贡献榜的前10名一起传送到了埃金帝国的皇宫。随后一个金发小萝莉朝金公子走来，原来是使用技能变小了的异端审判者。当金公子还沉浸在异端审判者夸赞他在第11层活跃表现的尴尬中时，突然出现的剑圣长剑一挥，就朝金公子砍去。异端审判者伸手帮他挡下了这一击。突然出现的剑圣把金公子吓了一大跳，看着护在金公子身前的异端审判者，剑圣怒吼一声闪开，长剑直指金公子就要杀了他。但现在金公子毕竟是5大公会的人，要是金公子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杀死，5大公会面子上多少会有点挂不住。看剑圣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异端审判者双手和石青生说道：“神圣术士送神。”随后身后的毒蛇和圣骑士头顶金光，扛起剑就朝剑圣砍去。剑圣伸手长剑一挥，剧烈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毒蛇和圣骑士纷纷被击退。看剑圣不好对付，3人分开把剑圣围了起来。随即异端审判者伸手向伯爵讨要1万金币。伯爵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打开了自己的金库，放出了1万金币。金币散落了满地。异端审判者技能发动，金币幻化成巨大的灵气，覆盖了毒蛇和圣骑士全身。神圣转移，肉体强化，强化时间维持300秒。就在这时，暗黑魔女也向剑圣走了过去，并向他表示：“金公子已和5大公会缔结合约，就算你剑圣再强，面对5个人也很困难吧？”被团团围住的剑圣不由得咬牙切齿了起来。孤军奋战的人在带领同盟军的猎人面前就显得非常无力。随后金公子走到剑圣面前，想跟他谈谈，并表示自己非常仰慕他，但显然剑圣不相信，就算重来一次，他依然会认为金公子是黑龙的杀手。在他眼里，金公子依然是那个杀了4000多人的恶魔，5大公会就是一丘之貉。如果你拥有能看到别人杀过几个人的技能，当你看到一个杀了4000多人的恶魔时，你会怎样做？拥有这个技能的剑圣一言不合就要为民除害。看着一个个护着金公子的各公会长，剑圣对他们怒骂道：“你们就和一滩已经积到发彻的烂泥没两样。”并表示就是因为这样才不加入任何公会，就是为了向他们证明自己单凭一己之力也能登上这座塔的顶端。各会长显然没想到剑圣也会说出这种话，纷纷向剑圣怒骂：“你只是独善其身，要是你愿意协助，不知道能让多少猎人免一死。如果你愿意动用外部人脉帮忙，
塔内的饥荒也能得到大幅的改善。既然是排行榜第一名，就该展现出第一名该有的责任感。面对众人的指责声，剑圣说了一声吵死了，便唐剑直指他们全都闭嘴，要吵就用剑来吵。就在这时，看着拔刀相向的众人，金公子连忙出来打圆场，表示大家应该把重点放在攻略第12层上，一起齐心协力把剩下的关卡通通解决掉。随后圣骑士也赞同地收起了剑，虽然他们不明白剑圣为什么要攻击金公子，或许是有什么误会。随即圣骑士向大家亮出可以拆穿对方谎言的技能，并以个人名誉和自卫队的声誉发誓，帮他们证实对方言论的真假。金公子见这是个洗白自己的绝佳机会，便立刻同意了下来。剑圣在思索片刻后，也选择愿意试试看。随后剑圣冷漠地问金公子是不是杀过4000多人，是不是培养出来的杀手，但得到的答案让他大吃一惊。圣骑士也表示金公子说的都是实话，这也让剑圣不得不怀疑圣骑士是在偏袒金公子。随即金公子真诚地向剑圣说道，自己只杀过一个人，而且那个人要杀自己，还是个杀人魔才杀掉他的。圣骑士也肯定地回答，这完完全全是实话，这让剑圣不得不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剑圣缓缓拔出自己手里的剑，随后又收起，向金公子说道，如果你真的从没滥杀无辜的话，请接受我真心的道歉，无论你需要我怎么赔罪，我都会照做，但请不要取我性命。我一介老翁还想爬到塔的顶端。金公子也没想到堂堂剑圣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干脆杀了他，而是向他这个菜鸟低头认错。金公子看了眼圣骑士，圣骑士点头表示剑圣没有说谎。金公子向剑圣说道，那就请你陪我练剑吧，本来像剑圣这样的大人物，只要不与我为敌，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毕竟你对我动过手，要我就这么原谅你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就请剑圣大人把你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剑术传给我。说完这话，金公子尴尬的脸都红了起来，一旁的圣骑士也连连表示说的都是实话。看过很多为了利益的人，金公子这样的人让各工会长们都感到意外，本可以拜托剑圣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竟只要剑圣陪他练剑。听到只需要陪他练剑的剑圣大笑了起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误会了这么善良的人，连连表示想练多久剑都可以，还说他有个孙女可以介绍给他，这可把金公子给整通了。就在这时，叮铃声响起，欢迎金公子猎人，你在第11层攻略者中排名第1，将给予第10层通关奖励。在这个世界，他就像是一个 bug 一样的存在。就在刚刚 bug 之王金公子还在和剑圣纠缠时，他的卦又到账了。由于他是通关第11层的第1名，所以他比任何都优先获得这一关的奖励。光芒一闪，两个身影赫然出现在金公子眼前，仿佛就像是天使与恶魔。随即提示声响起，请在2个奖励中选择其中一个。天使奖励是守护的女神，选择她可以获得帝国的重要职位，并可同时继承该职位的能力和名声。这在以前只能选择警卫兵的金公子看着宰相、大将军等高级职位呆了下来。随即魔王的奖励也显现了出来，秋雨的魔王选择他除了可以获得和女神一样奖励外，再附赠一个礼物，只要把除了自己以外的前10名全部杀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塔的第99层。金公子看着眼前的魔王技能呆滞了下来，众人们看着对着空气发呆的金公子不明所以。就在这时，剑帝出现在金公子身后，提醒他这是个陷阱，别上当。缓过神来的金公子向剑帝表示，他知道炎帝那家伙一定会选择魔王的奖励，但他却还是在第40层边缘徘徊，没有到达第99层，所以魔王的奖励一定是个陷阱。不过说真的，还真心动了。随即他继续向剑帝说道，不如去第99层给魔王级怪物杀死一次再回来，怎么样？听到这话的剑帝立即严肃了起来，表示让金公子别想着这么做。凭金公子现在的实力，不说能不能杀了排名前10的人，就算成功了，也不可能突破第99层。金公子好奇地问道，第99层的魔王级怪物这么强吗？随即剑帝表示，第99层没有什么魔王级怪物，而是比那个更凶狠的。话还没说完，剑帝仿佛像是头痛欲裂了起来，看着默不作声不再说话的剑帝，金公子思考片刻后，向不明所以的众人表示，自己面前出现了第10层的通关奖励，并决定不选择任何奖励。2个奖励在金公子面前轰然碎裂。对于金公子的决定，众人有些惊讶，随后便是排名第2的剑圣做出选择。在看过奖励后的剑圣向金公子说道，你是做了最安全的选择，但没必要太过小心放弃奖励。随即他说选择女神的奖励，担任骑士团长的职位。在看过奖励后，大家终于明白，这就像是个杀手游戏，选择女神的人就像是勇士，而选择魔王的就是叛徒。不过有圣骑士的存在，对于杀手来说会更加不利。
只要大家愿意信任他，就可以分辨出谁是叛徒。片刻后，众人达成一致，纷纷选择女神的奖励后选择自己的职位。片刻后，奖励结算完毕，放弃奖励者1位，得到女神奖励者共8位，得到魔王奖励者共1位。信任在不牢固的关系里，很轻易的就会被打破。领完通关奖励的众人，随着选择魔王奖励，有一人的提示声响起，众人立刻严肃了下来。暗黑魔女大喊道：“我在这里以黑龙的主人之名声明，一定要让背叛的人受到惩罚。”随后便让圣骑士用测谎的技能审问在场的所有人，但经过一轮下来，10个人都说不是自己。圣骑士也表示说的都是实话。众人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才是叛徒？就在这时，剑圣走到圣骑士面前，对他提出质疑，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会为了维护5大公会而撒谎。一旁的异端审判者上前说道：“我们被称为5大公会，并且一起合作，也已经有10年。换句话说，除了5大公会以外，我很难再相信其他人。”话音刚落，异端审判者就把目光看向了排名末端的后几名，随即他叫上毒蛇就冲了上去。击打声一声声响起，片刻后3人已经躺在了冰冷的地上，但迎来的提示，他们都不是魔王的手下。剑圣看他们如此行径，怒火中烧，拔剑就向他们斩去。毒蛇堪堪挡下了这一击，异端审判者也因此失去了一只手。他立即找出灵药让手恢复。5大公会的众人见状，也纷纷加入了这场战斗。作为唯一放弃奖励的金公子，连忙制止他们，表示让众人先冷静下来，这样根本找不出叛徒是谁，这或许只是个陷阱，重点不是这个。说完，他便指向魔王奖励的介绍，魔王的核心位于第20层，大家先把杀了魔王当成目标，如果能除掉魔王，这样的奖励也会消失。就在这时，提示声响起，第12层将开始公布任务。宫殿外也在诡异地下起了猩红的血雨，众士兵们纷纷陷入恐惧之中，不停说着这是恶魔队。金公子看着窗外的血雨，抽出小刀，缓缓地向窗边走去，随即小刀一挥，打破窗户上的玻璃。秋雨的魔王已现身，一个巨大无比的魔王扛着大刀，缓缓地朝金公子这边走了过来。可悲的人们，你们这些不把人们当他的家伙们，等着被自己的恶意吞噬吗？可悲的人们，你们这些不把人们当他的家伙们，等着被自己的恶意吞噬吗？魔王的出现让刚刚还在内讧中的众人严阵以待了起来。金公子打开小地图，看着密密麻麻的红点，魔兽已经兵临城下，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随即众人便纷纷收到帝国首都攻防战的任务。金公子知道以他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如此多的魔兽，随即他便让众人安抚好陷入恐惧中毫无士气的士兵们，带领他们一起上战场抵抗魔王大军。片刻后，魔女牵起金公子的手，使用瞬移技能和他一起来到了城墙之上。看着陷入恐惧绝望中的士兵，魔女用振奋人心的话语做着动员大会。随即金公子和他一起举起手中的圣剑，神圣的光芒冲天而起，圣剑之光照耀之处，停止了令人恐惧的猩红血雨，照亮了士兵们前进的道路，照亮他们的希望。士兵们纷纷站了起来，重拾士气。随后金公子拜托魔女把他移动到魔王面前。魔女疑惑，这样一个过去不就是去送死吗？但死亡对金公子来说并不意味着败北，他拿下胜利。话音刚落，不如也让我见识一下光吧。魔王举起手中仿佛就要刺破苍穹的大刀，随即一刀劈下，城墙轰然碎裂，士兵们瞬间被炸飞，死活不知。城池也变得满目疮痍，他并非魔王的手下的提示也在这时亮起。金公子和魔女看向那位处接见大厅的位置，正在那里的人正是伯爵。金公子惊讶地向魔女问道：如果真是伯爵，那链接塔内和外部世界的通道将会关闭，那么塔内的物资将面临重大的危机。魔女咬牙切齿地看向魔王，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他们必须先解决掉眼前的魔王，是时候尝试突破了。金公子伸手握住魔女的手，一个瞬移，他们来到战场的最前线。面对狂暴袭来的魔兽大军，金公子拿出一瓶灵药一饮而尽，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此时剑帝出现，金公子在剑帝的教导下使用剑术，面对袭来的哥布林，金公子挥舞长剑斩向哥布林，一个接着一个，一击接着一击的挥剑，就像音符一样，一个音符下降是为了再次拔高，剑就会连续不断，这就是剑。随着哥布林之王被斩下，提示亮起，金公子在战斗中等级提升，升级为1级猎人。这个猎人有点猛，竟然在战斗中升级了。随着哥布林之王的倒下，金公子成功升级为D级猎人，但在战场上来不及让他去多想，战斗还在继续。就在这时，剑上的支援到来，剑圣随手挥剑除掉眼前的哥布林后，对金公子说道：你真优秀。突然出现的剑圣让金公子有些诧异，随后剑圣继续说道：小伙子，一起战斗吧。
金公子笑着点了点头，便朝魔王的方向直冲而去。片刻后，各公会的支援也陆续到来，众人纷纷加入这场战斗，战场上的局势也略有好转。就在这时，魔王那阴森的声音又再次传来：以为给了你们时间，就真的属于你们了？还在想证明你们自己吗？那也行，就让我看看吧。话音刚落，魔王再次举起大刀直冲云霄，巨大的灵气运转，搅动风云。魔女见势不妙，飞速的运转起自己的魔镜，随后魔王一刀劈下，魔镜轰然碎裂。剑圣和毒蛇飞奔前来支援，堪堪挡下了这一击。随后魔女聚集众人，拉上了金公子，准备转移到魔王前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金公子看着眼前的魔王，似乎已做好了觉悟，眼前这光景马上就要消失，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全部都会忘记，就算回到过去，或许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会稍微变得更强一点。金光一闪，众人便瞬移到魔王面前。金公子毅然决然地松开了魔女的手，一个跃起就往魔王冲去。看着单枪匹马冲过来的魔王，也不禁地嘲笑道：真愚蠢，你是来杀我的吗？随后金公子就朝魔王竖起友好手势：我是来给你杀的，你这兔崽子！下一刻，你已死亡，将随即复制秋雨魔王的技能。重新复活的金公子再次来到了冥界，看着满屏的技能卡，金公子便让剑帝把技能复述给他。他思考片刻后，他选择了3张金黄色卡片的其中一个。时间回到24小时前，他再次来到和5大公会协商的地点，看着众人，金公子就像仿佛隔世一般。在商量好入会事宜后，金公子向众人表示，他知道第11层的详细情况，可以完全的共享给他们，但他有个条件，就是日后他提出的请求，只要是合理的，就尽量要答应他。众人思考片刻后，纷纷答应了下来。在完成约定后，金公子约圣骑士一起去到破烂的街道里，而此时的剑上也已经钉上头顶恶魔标志的金公子。片刻后，两人来到了炼金城主这里。当炼金城主的一起到来的是自卫队的副会长，立即跪地磕头了起来，表示自己是个良民，做的都是好药，生怕自己被撞。金公子见状连忙解释起来，因为炼金城主的要好，所以想把他介绍给圣骑士，如此一来不仅能更快的提高知名度，还能获得丰厚的收入。得知此事的炼金城主也立刻感激涕零起来。就在这时，剑圣走了进来，盯着金公子冷冷地说道：我这老人想静静地和你谈一谈。魔王太强打不过怎么办？那就重生再来一次。重新回到24小时前的金公子，为了打败魔王制定了2个计划。第一就是和5大公会约定好进塔后的请求，第二就是得到剑圣的信任。在金公子的故意暴露下，剑圣悄然跟踪来到他的面前。圣骑士见状，立刻挡在了金公子面前。看着剑圣的到来的金公子眼神坚毅，他知道剑圣不会在这里动手。虽然剑圣嫉恶如仇，但也是个正义的人，不会伤害无辜和善良的人。剑圣看得纷纷出来，维护金公子的圣骑士和炼金城主收起了剑，便准备离去。金公子连忙叫住了他，并和他约定好第2天下午在某个地点相见。时间转瞬即逝，第2天金公子早早就来到了约定地点，等着剑圣的到来。广场上依然是人山人海，迎接第11层的开放。片刻后，剑圣来到金公子面前，冷冷地对他说道：你这么有信心，一个人来对付我？也是，犯下这么多罪行的人的确会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看着上次还在并肩作战的伙伴，现在却要针锋相对，金公子有些说不出的滋味。随即他便和剑圣解释道，自己知道他有侦探慧眼的技能，能够看穿他杀过几个人，但请务必相信他说的话。随后他便一一说出剑圣想做的事。被说中心中所想的剑圣也很是惊讶，但很显然剑圣对他还是不相信的。随后便拔剑一斩，金公子再次死亡。复活的金公子再次来到约定地点，但结果还是一样。随着1次、2次，不知道多少次的死亡复活后，金公子觉得无法改变现状，便和剑圣约定5天之内不要杀他，可以跟踪他，用双眼亲自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该死的家伙。但显然剑圣还是不相信，于是金公子对剑圣说道，剑圣未来一定会告诉他一个词，剑帝。听到剑帝2个字的剑圣有些惊讶，思考片刻后，剑圣终于答应在未来跟在他身后，仔细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如此一来，金公子的2个计划终于成功了，能够阻止在第12层中无辜牺牲的所有条件就都具备了，他的开放时间也刚好到了。金公子说了句传送，再次来到了第11层的战场上。这次有了金公子的情报经验，5大公会迅速掌握战场。随着魔女把金公子送到哥布林之王面前，金公子纵身飞跃一剑斩击，魔王轰然倒下。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通过了关卡，这一次的伤亡人数也不超过50。
对此，魔女也兴高采烈了起来。随即贡献榜显现，金公子依然是第一，但剑圣因为一直在盯着金公子，只获得第7名。片刻后，众人便被传送至埃金帝国的皇宫，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挑战。假如时间能够重来一天，你会不会让今天过得更好？重新复活的金公子用前一次的经验与能力，以很小的伤亡成功完成守护任务。和贡献榜前10名再次来到埃及皇宫，金公子瞥了剑圣一眼，看来之前的约定很有效。这一次剑圣并没有一进来就攻击他。随即金公子向5大公会的众人表示，之前说好的约定，有事要拜托各位时一定帮他一次。众人疑惑地询问金公子是什么请求。随后金公子伸出自己的5根手指，向众人说道，未来5天内，只要5天就好，请各位什么都不要做，待在这里，而我会在5天内通关到第20层。众人对金公子的请求纷纷感到惊讶，魔女也连忙地阻止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在金公子的一再请求下，众人还是无奈地答应了下来。虽然其他人同意了，但剑圣表示自己和他的约定是盯着他。金公子决意要去20层的话，他也只能跟着去。金公子觉得有剑圣跟着确实比较安心，便不再多说什么。与此同时，第11层的通关奖励到来，女神和魔王赫然出现在金公子背后，但这一次金公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不选择不拒绝，也不告诉任何人。随后他便毅然决然地往外走去，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街道就像静止了一般。由于金公子没选择奖励，后面的人也选不到这个帝国里的角色，任务就不会开始。如此一来，魔王的军队就不会进攻，帝国的军队也不用为了抵挡而战斗。片刻后，金公子来到了城外，打开了小地图，看着地图中央的红点，对剑帝说道，如果任务还没开始，魔王级怪物先死掉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看着狂风大作的空地，金公子继续说道，很简单，那样就没有人能够选择魔王的奖励。就在这时，天空风起云涌，犹如红色与黑色的液体狂泻而下，随着轰隆声响起，魔王的声音再次传来，大胆，竟敢不做任何选择就来到这里。金公子不屑地向魔王说道，说什么傻话，我已经做好选择。随后金公子圣剑直指魔王，这就是我的选择，我要在任务开始前杀你。既然说要阻止我，甚至不需要帝国的协助。不等魔王说完，金公子举起圣剑飞跃而起，这一刻剑成了时针，并开启了永远的5天，也成了时间的地狱。随着魔王的一刀砍下，巨大的碎裂声响起，金公子再次死亡重生来到魔王面前，每死一次他就记录一次，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一天。在那激流般的战场中，究竟会有多少士兵阵亡？每当一名士兵死去时，至少就失去了20年的余生。为了拯救这些时间，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放弃的理由，因此他的剑一天比一天快，而明天还会变得更快，因为他不断的活着。金公子一次又一次来到魔王面前，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强。魔王一刀横劈过来，金公子一个跃起躲过这一击，魔王再次举起大刀，我的影子就是你们恶意的集合体。大刀再一次劈向他。就在这时，犹如玻璃般的碎裂声响起，挡下了这一击。魔女出现在金公子身后，金公子朝他点了点了头，两人便准备开始战斗。魔王冷冷地笑了起来，你们这些家伙想用些不像样的花招吗？我要让你再也不能拿到。随后魔王缓缓地举起手，百鬼们，听我召唤！无数的哥布林大军纷纷从地里钻了出来，剑圣见状也走了过来，加入这场战斗。魔女伸出手，连忙叫他们一起顺意离开。金公子笑了笑说不用了，随即他举起自己的手，大声喊了句百鬼召唤，技能发动，黑色的灵气从地里喷涌而出，一个个骷髅从地里钻了出来。这是金公子之前复制于魔王的百鬼召唤技能，能将自己亲手杀死的人召唤出来。死者不会继承生前的能力和记忆，而且1周只能召唤一次。对于没杀过几个人的金公子，会选这个技能的原因，是因为他干掉过自己4000多次，而剑圣能够看到他杀过4000多人，说明干掉自己的次数是有效的。金公子看着拿着小刀浩浩荡荡的骷髅大军，笑了笑，还真是死了不少次呢。就在这时，魔王疑惑的声音传来，你这家伙怎么会有和我一样的招式？无法原谅，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金公子举起圣剑指挥的百鬼们，骷髅大军浩浩荡荡的和哥布林大军厮杀在一起，骷髅大军犹如不死军团，不断的跌倒再爬起。连魔王见状也不禁的对金公子大怒起来，区区一个从异世界来的家伙，一个不必背负这个世界中任何一点恶意、怨恨或生命的家伙，竟敢站出来阻挡！金公子站在魔王面前，眼神坚决，拿着圣剑直指魔王，周身布满了金黄色的灵气。就在这时，提示声响起，他赐予你外号，你的外号是死亡之王。金公子一个箭步朝魔王冲去，并对魔王说道，他会证明我的资格。
这个男人手指一伸，就能召唤成千上万的骷髅军团。金公子一个箭步就朝魔王冲去，魔王反手大刀一挥，金公子堪堪后退。随后魔王再次举起大刀，巨大的力量朝金公子砸了下去。随着轰隆声响起，金公子再次死亡。时间回溯技能明确写着，使用者在回溯时可以保有记忆和能力值，所以想要再次使用百鬼召唤，就必须等到7天后。金公子再次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漫长无限重生之中，随着一次次的战斗，一次次的死亡重生，金公子对这场战斗的局势愈发了解，犹先知一般，对魔王的每一次攻击都可以提前做出预判。一次次攻击都打空了的魔王也大怒了起来，你这家伙区区一个将死之人，你难道拥有先知之眼吗？就在这时，经过7天漫长的回溯，百鬼召唤技能终于可以再次使用。金公子立刻发动技能，骷髅军团纷纷从地里冒了出来。有了骷髅军团的加入，局势略有好转。金公子一个跃起，朝魔王砍了一剑，随后和魔女剑圣汇合。在金公子的指挥下，魔女与剑圣纷纷躲掉魔王的技能。魔女趁机运转魔镜，由五角星王巨大的灵气光柱轰然朝魔王射去。随着爆炸声响起，这一次终于击中魔王。看着受伤的魔王，众人便准备发起总攻。魔女一个跃起运转魔镜，魔镜遍布魔王的周围，随后魔镜放射出犹如激光般的光线，魔王犹如黑色液体般的身体轰然破碎，露出了黑色液体里的皮肤。你们这些家伙竟将我的仇恨，将我的怨恨！金公子看着那像是有人的皮肤的魔王，也惊讶了起来。片刻后，魔王的躯体仿佛液体般消融，化作一片汪洋，随后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秋雨的魔王撤退到了第13层，看着消失的魔王，金公子不禁的懊恼起来，这样一来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就在这时，他的提示再次响起，出现隐藏任务，第12层任务已更改。随后叮铃声不停的响起，13、14、15、16，一直到第19层的任务全部都被更改，任务要求也随之显现，停止世界中的勇士，难易度不明，你已下定决心，不允许出现任何一名牺牲者，只要你愿意，一定能追上魔王，你接受此任务吗？金公子轻轻地说了声接受，随后光芒亮起，隐藏任务开启。这个男人无限重生，打败了原本不可能打赢的魔王。由于魔王的撤退，第12层到第19层的任务全部被改变，历史也将被改写。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变化不明所以，连一旁的剑帝也表示没看过这种情况。原本破落的村庄现在一片祥和，虽然如今的埃金将军变得不认识金公子他们，但金公子看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不禁的笑了起来。他成功了，他成功的守住了这个帝国，守护住了每一个人。就在这时，他的提示响起，第12层今日被攻破，贡献榜排名第1，死亡之王，奖励无法计算，将于通过第19层时一次性统计所有奖励。随后众人便传送到了第13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暴躁如雷的魔王。我绝不会原谅你，你们是在玩弄我吗？你们要夺走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灵魂吗？我要阻止你们！魔女和剑圣见状，立刻严肃以呆了起来。随后金公子很快便发现魔王变弱了很多。就在这时，提示亮起，已开启第11层到第20层的所有地图。金公子看着这相当于这里的世界地图，他终于明白魔王变弱的原因。魔王侵略首都这段历史已经消失，甚至连整个大陆的难民也跟着不见。魔王大概是借由残害帝国国民与难民来获得成长，但那些狩猎行为已经成为了不存在的事情，因此那些成长值也就跟着消失。与此同时，魔王突然的吼叫起来，伸手便召唤出妖兽军团，妖兽纷纷涌出，在魔王的指挥下朝金公子他们冲去。魔女和剑圣立刻释放灵气抵挡妖兽，金公子此时还不忘和剑帝打赌，需要重生多少次才能通关到第19层。就这样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再次展开，随着一次次的死亡重生，金公子让剑圣拿起石棺里一锤就能干死一大片的大锤，让魔女千万不要射巨人的眼珠。魔女看着那闪闪发亮的大眼珠，忍不住就想用魔镜攻击，但在金公子的再三要求下，也只好懊恼的放弃。随后金公子使用百鬼召唤，召唤出骷髅军团，三人便一鼓作气击退魔王。魔王再次撤退到了第14层，第13层同样恢复成一片祥和。接下来三人便传送进入下一层。随着一场场战斗，魔王一层层的撤退，一直退到第19层。此时的魔王巨大的身躯也已变得和正常人大小一般。你这家伙，要不是你这家伙，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区区一个从异世界来的剑士！不等魔王说完，金公子握住手中的圣剑，对魔王说道：“现在终于能稍微看见你的眼睛了。”金公子抽出圣剑，指着魔王继续说道：“又要再逃跑了吗？这次要是再逃，你究竟会变得弱。”艾斯德尔
听到艾斯德尔这4个字的魔王瞳孔放大了起来，他好奇为什么金公子会知道这个名字。金公子挥剑就朝魔王砍去，现在的魔王也只能看看撤退。由于魔王身上的黑色液体减少，这一击让魔王流出了鲜红的血液。看着受伤的魔王，金公子让魔王退回第20层，回到他的起点，那里同时也将会是魔王的终点。魔王见此状，立刻化作黑色液体消失不见，撤退到了第20层。历史再次改变，看着撤退了的魔王，金公子便请求魔女和剑圣，这一次让他独自前往20层，他要和魔王做个了结。在思考片刻后，魔女和剑圣纷纷答应了下来。随后金公子便传送离去。某个下着雨的日子，那东西睁开了双眼，它慢慢蠕动向一旁的青蛙靠近，随后跃起把青蛙覆盖其中。片刻后，青蛙从黑色液体中跃出，雨滴落下来，那东西多了点想活下去的想法。那东西日益增长，每当获得新的身躯，它就能得到新的快感，也包含杀戮的快感。某一天，他看见了一个小女孩，他飞快地向她冲去，小女孩疯狂地逃窜。本来身体就虚弱的小女孩，怎么可能跑得过他？她像着了魔似的把猎物吃得精光，将一切吞下肚后，猎物的记忆也渐渐窜入她的脑中，然后她变成了小女孩。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呼喊着来到了女孩面前。此刻本来身体不健康的小女孩恢复了健康，向过来的男人笑了笑，男人朝她喊了句艾斯德尔，那就是魔王拥有的第一个名字。那东西没有衰老，反而日渐美丽，她的身体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让周围的人都为之着迷。她渐渐变成人们口中什么病都能治的圣女大人。这一天，一个女人带着得了不治之症的孩子来求她医治，她很欣然地接受了女人的请求，并告诉女人第2天再来带走。他抱起小孩闻了闻气味，随后便在黑色液体的覆盖下将小孩吞噬其中。在他吞下小孩的躯体时，这孩子的记忆也流窜着艾斯德尔的脑中。片刻后，小孩从黑色液体中钻出，恢复了健康。第2天便交还给女人。他几乎每天都重复着这种救治，被他救治过的人都会经过黑色液体的洗礼，他们仿佛就像是他身体分割出来的一部分。日积月累，她变成了这片区域创造奇迹的女神，是病人们的救赎，对她的信徒来说是真正的救世主。与此同时，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对于这个救赎的胜利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开始感到不安，纷纷出动军队，并声称不许对魔女的追随者展现任何一丝悲悯。带着这样的理念，军队点燃了整个村庄，村民们被当成被诅咒的怪物。艾斯德尔看着这一幕幕，绝望、痛苦、无力的呐喊。他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烧死人类，那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究竟是谁？凭什么说要烧死人类？他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脸孔逝去，最后化为灰烬。他终于承受不住，眼睛缓缓流出黑色的液体，随后便是越来越多的向他聚集而来。你们仍然能够以人类的身份活下去，而我的孩子们就要永远被当作怪物吗？这就是你们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你们能当人类吗？看来对你们而言，想当一个人类还需要证明吗？那么从现在起，就让你们证明自己吧，不要诅咒你们，是你们的恶意创造了我，等着被自己的恶意吞噬吧。心脏回响起悲鸣，因为下起了雨，心理创伤重现完毕，惩罚结束。金公子跟随魔王来到了塔的第20层，正式开始魔王关卡。看着变得更弱的魔王，金公子缓缓地朝他走去。与此同时，第11层至第19层的奖励也一并计算发放过来，调整死亡之王的权限。你被有限制的赋予使徒的权限，除了 X 级技能，合理范围内可以修改任何自己所持有的技能。金公子手握着圣剑，虽然他不知道究竟是谁建立了塔，塔内又为何充满了来自异世界的生命体，不过塔究竟是何种存在，他的心里已经有数。金公子抽出圣剑，指着魔王说道：“现在该和你做个了结了。”已经变得很弱的魔王对金公子呐喊道：“是我的，这是我的村庄，不许你破坏我的乐园。”金公子举起圣剑，四周散发的金黄色的灵气。魔王见状，拿起黑色长剑就朝金公子袭去。这是世上最小规模的关卡，同时也是世上最弱的魔王级怪物。魔王袭来的一剑被金公子轻易的挡下，曾经的攻守双方现在也完完全全的反了过来。金公子圣剑一挥，便把魔王打得堪堪撤退，一次次的挥剑都正中魔王身上。随着一次次的攻击，魔王身上的黑色液体也被打得一点点的流失，魔王变得越来越弱，直至黑色液体流失殆尽，恢复成人类的模样。看着力量的流失的艾斯德尔懊恼地呐喊着：“
看着走过来的金公子，魔王害怕的堪堪撤退。他质问金公子：“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为了病人们。”不等他说完，金公子严肃地向他说道：“那些合力烧掉你的村庄的人都难辞其咎，但这样的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你是在说自己完全没做过任何坏事吗？曾经的小女孩艾斯德尔应该也像现在的你一样感到很害怕吧？那位妇人基于信任，把真爱的孩子交付给你，但你却吞噬了那孩子，之后还打着拯救世人的名誉洋洋得意，对吧？”魔王连忙地解释着自己当时不知道。金公子继续向他说道：“如果你认为被吞噬后再吐出来的东西是人类的话，那就让你也感受一下，这样才公平吧。”随后金公子便使用通关奖励的权限，向他要求修改百鬼召唤的技能。片刻后，他在衡量完金公子的要求，随后便同意了。百鬼召唤被修改成百鬼生还，只要他想要时，死者可以继承生前的记忆和外貌。这是金公子第一个拥有的 SSSG 技能。魔王呐喊着：“你到底想做什么？”金公子缓缓地向他说道：“接下来我会像你吞噬艾斯德尔、吞噬病人们一样将你吞噬，然后再把你吐出来。”魔女见状，拿起手中长剑就朝金公子砍去。金公子圣剑一挥，就把魔王的长剑砍成了碎片。随后金公子举起圣剑，就准备朝他砍去。就在这时，一旁的剑帝连忙制止了他，并对他说道：“技能卡写的是直接杀死的人，搞不好他只是普通的 NPC， 你能确定 NPC 也是百鬼生还的召唤对象吗？”随后金公子便向他询问，结果他却提示该问题已超过他的权限范围。随后金黄色的灵气环绕，他用金公子的临时持有的使徒权限提出正式议题，向连剑帝都没听过的万圣六大柱进行决议。光芒一闪，金公子来到了类似于冥界的地方。随后提示不断响起，确认参加人员：第六大柱太古之杖已加入会议，第五大柱漫步海市蜃楼之贡女已加入会议，第四大柱审视盲目之月已加入会议，第三大柱最初立法之人已参加会议，第二大柱虚空中跳舞之神已加入会议，万圣的六大柱决议确认参与会议。随后六大柱便对金公子修改技能的提议进行投票。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有些茫然。这些人说着金公子听不懂的语言，让他难受不堪。金公子疑惑，通常在塔里无论什么语言都会自动翻译，进而让人能够理解，但是这些人却不一样，看来他们并非塔内的存在，说不定他们会是这座塔的设计者。投票进行片刻后，赞成和反对各2票，弃权1票。金公子看向前方还没有投票的一人说道：“我认为赞成才是正确的，要是 NPC 不包含技能对象里，魔王又怎么能召唤无数的怪物？”随后金公子继续向众人表示自己知道他们的顾虑，并承诺不会滥杀 NPC， 再将他们全数找回。就在这时，光芒亮起，仿佛是长发飘飘的女性向金公子说道：“死亡之王，请你别用脑袋思考，说出你的真心话吧。”金公子笑了笑说道：“那个魔王是我抓的猎物，他是我的，所以请不要动他。”片刻后，提示响起，第一大柱万生之主投下赞成票。他似乎就像是这个塔的主人。第一大柱万生之主，他给金公子投下最后1票赞成票后，此次会议也将结束。金公子如愿地修改了技能，同时他的临时使徒权限也将被剥夺。随着会议的结束，金公子所在的环境犹如玻璃般轰然碎裂，强光一闪。金公子有些迷惑地缓缓睁开双眼，一旁的剑帝骂骂咧咧地说道：“叫你问他，你怎么突然在这发呆？”金公子慢慢地缓过神来，感觉只是转瞬之间，同时却又像经历了永恒。金公子将经历的事情告诉剑帝，尽管剑帝在其他世界曾经攻到99层的传说之人，但他似乎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想不出个所以然，金公子决定先处理眼前的事。金公子抽出圣剑直指魔王，随后一剑砍下。看着已经去世的魔王，他伸出自己的手，使用百鬼生还技能将魔王召唤了出来。虽然容貌和生前一样，但这是个现在才重新诞生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让新生命诞生的人都需要负起责任。金公子缓缓地对他说道：“艾斯德尔只是个被你偷来的名字，你不能拥有它。从今往后，你的名字就叫恶鬼吧。”恶鬼毕恭毕敬地答应了下来。一旁的剑帝不解地说道：“你对他做过的种种，他不是应该对你非常愤怒，非常埋怨你吗？为何二话不说向你卑躬屈膝？”金公子缓缓地说道：“因为他自己知道，剑帝先生，你马上就会了解的。”与此同时，提示响起，历史再次改变，原本已经化成灰烬的村庄恢复成未被烧毁前的样子。就在这时，马蹄声响起，矮金将军带着军队来到了这个村庄。恶鬼看着眼前的一切，跪地痛哭了起来，恳求金公子救下他的乐园，并表示以后会对他唯命是从。
金公子看着他轻轻地说道：“我会的。”剑帝看着跪地痛哭的恶鬼，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金公子提着圣剑来到军队面前，对他们大喊道：“全军止步！”矮金将军向他怒吼，让金公子别挡路，他们侍奉皇帝陛下的旨意，来铲除蛊惑善良百姓的魔王，并表示要用神圣之火净化此地。金公子看着眼前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这些都是他在每一层救过的人，由于历史的改变，这些他曾经帮助过的人，现在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情谊，以及金公子曾经的付出。金公子缓缓闭起双眼，就在这时，他的提示响起：在这个停滞的世界中，你也会继续选择做一名勇士吗？金公子猛然睁开双眼，举起手中的圣剑，圣剑发出耀眼的光芒，见此状的人们纷纷跪地，高声呐喊，参见始皇帝的官员。随后金公子收起圣剑，向众人表示魔王已被他打败。然后金公子让恶鬼过来给众人跪下，恶鬼咬牙照做了下来。随后金公子又一本正经让他翻滚，这使得恶鬼一脸问号，但还是无奈的照做下来。刚做完，金公子又变本加厉了起来，什么开合跳、上下蹲、俯卧撑，犹如做了一套广播体操的恶鬼，最后实在是做不动，金公子才一脸正经的指着倒地不起的恶鬼，向众人说道：“如你们所见，魔王已经被我打败，今后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违抗我的命令，也不会对大陆造成伤害，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但就算如此，还是会有人质疑，众人纷纷争吵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蜥蜴头走了过来，拿出一个蓝色水晶球，向众人表示这是灵魂宝珠，只要把血滴在上面，就能知道那滴血的主人的灵魂究竟是善是恶。善良的人会发出白光，邪恶的人则会染成黑色。随后蜥蜴头向恶鬼走去，抓住他的手，割破弄出血液，滴在了灵魂宝珠上，宝珠瞬间变黑。众人看着被染黑的宝珠，严阵以待了起来。随后蜥蜴头推开恶鬼，便向金公子走去。金公子很自信地伸出自己的手，让蜥蜴头提取自己的血液。当血滴在灵魂宝珠上的瞬间，宝珠散发耀眼的白色光芒，光芒刺眼的让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蜥蜴头惊讶，这灵魂究竟拯救了多少条性命，才会散发这么耀眼的光芒？缓过神来的蜥蜴头高声呼喊：“是光的化身，他是光的化身！”他眼发泪光，摸着自己的良心，对众人说道：“拥有这种灵魂的人绝对不可能说谎，就算说谎也一定是为了我们好。”金公子见状也装模作样的说道：“对，我本人就是女神的使者。”众人开始议论纷纷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银甲的将士站了出来，表示无法理解，要是他真的是女神的使者，更应该站出来执行天谴。听到这话的恶鬼轻轻地拉住金公子的衣角，委屈地站在他的身后。一旁的剑帝偷偷地跟金公子说道：“没关系，最高超的吹牛是90%的实话和10%的谎言构成的。”金公子立刻心领神悟，对众人说道：“所有的恶都被我收拾干净，天谴也已经执行完毕，不信你看。”随后金公子打了个响指，一个个骷髅纷纷从地里钻出，浩浩荡荡的骷髅军团吓得士兵们大慌失色。随后金公子按着恶鬼的头说道：“这些都是我完成的任务。”蜥蜴头感激涕零的惊呼：“天啊，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您就独自完成了这些任务了吗？使者，您一直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拯救着我们呢。”金公子一脸正经的表示：“没错。”连一旁的剑帝见状也不由得感叹：“你已经能出师了，我这个师傅像小孩一样纯真，已经无法再承受你这种兔崽子了。”此时银甲将士还是不死心的质疑金公子，这些恶魔是不是真的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是否真的安全？金公子见状再次打了个响指，一个骷髅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金公子说了声：“百鬼啊，找回你的记忆吧！”就在这时，已经死去的炎帝骂骂咧咧的现身出来。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兵不血刃，只靠一张嘴就通过魔王关卡。金公子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安全的掌控魔王，唤醒了已经死亡的炎帝。炎帝骂骂咧咧的抓住金公子，并扬言要杀他10000遍。金公子把他推开，义正言辞的对众人说道：“如你们所见，这个男人相当于是比魔王还更惨无人道恶魔。”随后金公子打了响指，说了句：“跳舞吧！”炎帝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扭动着优美的舞姿。将士们见状都沉默了下来，随后纷纷单膝跪地大喊着：“我将听命于公子大人！”就在这时，他的提示响起：“你已通过一般关卡，你已通过魔王关卡，你已通过隐藏关卡。停滞世界中的勇士，奖励将在24小时后进入第21层时发放。”一旁的剑帝大笑了起来，没想到这小子用这种方式就通过了关卡。金公子看着天空轻轻地说道：“至少我用自己的方式通关到了第20层，
今天天空将不会降下任何一滴雨，地上也不会燃起一点火苗。现在这个结局就是我的选择。天空响起巨大的烟花，第20层于今日被攻破。就在这时，一句声音传来，大喊着死亡之王。随后魔女就扑向了金公子，剑圣也同时到来。魔女夸赞着金公子，并拿出手机给金公子看，都是关于他的报道，对这个死亡之王的表现。现在的塔里已经掀起巨大的波澜。当金公子得知由于这些地方没信号，这些报道都是魔女跑到低层一张张截图出来，再带来给他看时，金公子感动的直呼这是天使吗？如果不是，那一定是女神。随后魔女继续拿出一张报纸，金公子赫然进入了排行榜的第3名。片刻后，魔女收起报纸对公子说道，多亏了你，他们现在应该也能在这块大陆贸易，不用再对外部世界的那些老家伙们卑躬屈膝了。金公子见状连忙向他们表示，如果想在这里贸易，可以借用他的名号，他现在可是这里的始皇帝官员兼女神的使者。魔女好奇地问道，应该不是免费的吧？你想要什么？金公子继续说道，第20层，我希望第20层的土地都归我所有，我可以放弃第11层到第19层的通关奖励，贸易获得的利益也请分给其他猎人就好。这样的要求出乎魔女的意料，但这些事不是她一个人能决定的，需要和其他工会常商量。不过话说回来，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件事，那个到底是什么情形？金公子尴尬地笑了笑说道，你就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吧。随后几人就传送回到了第1层。对于其他人来说不过是过了5天，但对金公子而言，这是数百天后再次回到这里。金公子叹气地说道，现在终于真正感受到通关的感觉了。魔女表示，你等一下应该会感受到更多。随着大门的推开，映入眼帘的是浩浩荡荡的人群，移动记者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众人高呼是死亡之王。这个男人只用了5天，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底层猎人一跃成为排行榜第3。成为排名第3的金公子一出门就被众多的记者包围了起来，问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一旁的魔女提醒道，什么都不要说，并询问金公子是想做神秘主义还是人气偶像，一旦决定好人设就很难再改变。这一问把金公子给整懵了，连身后的剑圣都无奈地表示，自己就是因为这样才独来独往。思考片刻后，金公子连忙对魔女说道，神秘主义人设应该怎么做？魔女表示很简单，不要任何表情。于是金公子板着个脸匆匆地离去。来到咖啡厅，众工会长也在这等候多时，看见金公子，众人纷纷夸赞着金公子，并愉快地交谈起来。多亏了金公子这次的攻略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丧命，魔女向众人提议，希望树立金公子成为代表塔的英雄。于是众人纷纷打量起金公子，考虑着给他安排什么人设，安排设计师之类的。金公子仿佛感受到了被支配的恐惧，连忙说道，我不是说过要保持神秘主义了吗？奈何魔女的恳求下，金公子无奈地答应了下来。随后金公子就被拉去化妆拍照，一旁的剑帝实在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一心想攻塔的金公子也实在忍受不住，和剑圣一起连忙逃走。片刻，两人便来到了瞭望塔。剑圣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对金公子也有所改观。剑圣缓缓地拔出长剑，并开启了自己侦探慧眼的技能，缓缓对金公子说道，我本来打算相信自己的眼和手，却不知不觉间太过依赖自己的技能了。年轻人，我最后问你一件事，你是否曾经杀害过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金公子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剑圣先生，以后也不会。剑圣闭起了双眼，片刻后他挥剑砍掉了自己的技能，以后我会相信自己的双眼所见。这5天辛苦你了，能和你从12层攻到19层是非常愉快的经验，我很期待你下层的表现。死亡之王。说完，剑圣一个箭步飞跃离开。金公子一下瘫软在地，他终于成功得到了剑圣的认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就在这时，守护女神的提示响起，对于你的一切事迹表示认可，你就有充分的资格成为女神真正的使者，允许你往后可以随时召唤女神。金公子看向手中隐隐发亮的圣剑，原来守护的女神就是这把剑。这个男人单枪匹马攻略第20层，成为这个时代的新英雄，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身为星座的圣剑都成为了他的粉丝，高声呐喊他就是光的化身。这样突然成为这个世界焦点的金公子实在是骚得慌。金公子连忙拿出臭抹布，让守护的女神不要再说了。看着安静下来的守护女神，金公子一脸满足。随后他问道，你说你是星座，星座为什么会是道具？守护的女神表示，可以把星座想象成代表该世界的某个东西，自己本来是被当成神敬仰的圣灵，
但是帝国的始祖将自己分裂成5把剑后封印了起来。女神表示自己是第1把圣剑圣像，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5把圣剑，只要集齐5把姐妹剑，将能找回仅次于全盛时期的威力。至于其他的4把圣剑在哪里守护，女神就不清楚了。金公子好奇地问道：那你能做些什么？下一刻，圣像剑发出耀眼的光芒，表示自己会发光。看着只会发光的圣像剑，金公子懊恼地骂道：你除了闪闪发亮之外，就完全没用了吧？以后别叫什么圣像剑了，叫亮晶晶吧。画面一转，金公子来到了提前安排好的发布会。对于记者各种的刁钻问题，金公子拿炎帝当反面教材，用炎帝曾经说过的话反说，赢得了满堂喝彩。与此同时，距离第21层的开放也只剩几分钟。发布会结束后，众猎人纷纷前往广场，等待第21层的开启。随着时间的倒数， NPC 金发女神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宣布第21层的开启。但这次与以往不同，没等猎人们说出传送，连那些本来不打算登塔再喝咖啡的，正在洗澡的，都被选择性的强制传送离去，来到了一个名叫万象的大图书馆。与其说是有点大的图书馆，但在金公子看来，这里更像是由图书馆组成的世界。就在这时，一名长袍少年突然出现了，说道：星座五角的图书馆馆长，欢迎各位的到来。众人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少年，随即馆长拿出手中的书籍对众人说道：这里记载着各位的历史以及塔里所存在的世界的书籍，你们一定很诧异为何在众多猎人之中，只有你们被召唤到此处。理由很简单，只有你们拥有能够成为登场人物名字。聚集于此的302名猎人，全部都是拥有外号的猎人。随后馆长长袍一挥，四周立即围绕着一本本书籍，他随手挑选了其中一本，打开书籍，书籍散发出强烈的光芒。馆长轻轻地说道：本馆长的图书馆里收藏的书籍都不是普通的书籍，这里有你们已经攻略的世界，还有你们原本的世界。这些书可以用很多方式称呼，但本馆长喜欢称呼为启示录。这次就让你们先试试水温吧。片刻后，众猎人犹如流星坠落，眼前呈现出一幕幕正在毁灭的世界。这些启示录就是一个个世界，但并非都能够顺利连载下去。这些启示录中的登场人物也和各位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迎接适当的结局，或是在进入庄重的结局前，就因为各种不正当的理由导致一切提前结束。虽然本人把这个称为连载中断，但你们可以简单的将它称作灭亡。书本合上，众猎人回到了图书馆，接连看了那些凡人难以接受的事物，众人纷纷感到恶心呕吐了起来。不等他们缓过来，馆长把连载中断的启示录展现在众人面前，并让他们从已经灭亡的世界中选出其中8个，亲自进入这8个世界，阻止他们灭亡，续写已经灭亡的世界故事。随后提示响起，馆长任务发布，改变这个世界。第1章任务目标：续写故事，拯救该世界。拯救成功，该世界将会登录为第22层关卡。就在这时，一位壮汉坐不住了，拿着大剑就朝馆主走去，质疑他就是魔王，并煽动周围的猎人，只要把他杀了就能通过第30层。壮汉骂骂咧咧地指着金公子，表示这样的小鬼头都能通关第20层，他们也一样可以。这些猎人们因为从第11层开始都有5大公会单独攻略，心里多有不满，纷纷怀疑金公子就是5大公会打造出来的英雄。魔女立马想要前去辩解什么，却被金公子拦了下来。金公子告诉他，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实况转播，如果在这里做出破坏形象的举动，会被观众记一辈子。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关卡。听到这些，魔女沉默了下来。与此同时，提示响起，金公子通关第20层的奖励到账，一般关卡奖励可以观察第21层到第30层登场人物的好感度，隐藏关卡奖励可以观察登场人物的心理状态。刚得到奖励的金公子就拿魔女测试了起来，魔女的喜好、厌恶、心理状态一目了然地出现在金公子眼前。清楚看到这些的剑帝也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看着笑得不成样的剑帝金公子，立刻也把技能用在了他身上。金公子也忍不住地要笑了起来。与此同时，众猎人们还在和馆主对峙，受不了他们大吵大闹的馆主拿起手中的一本书，嘴里好像呢喃地念着什么，随即书里显现出一个阵法，随后由于一样的巨大黑色触手席卷而去。片刻后，馆主把50位猎人收进了书中，其余猎人见状不敢再多说什么。随后，作为排行榜第3的金公子站了出来，让大家遵循图书馆长的任务，并好好执行。任务是根据所拯救的世界，奖励也会不同。如果是个粮食、水以及各种资源丰富的世界，那么塔里的资源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说完，金公子拿起一本书，对众人继续说道：现在大家了解了吗？请各位留在这里读点书，选出能够通关，同时也能带来好处的书。
这是一个由图书馆组成的世界，启示录的世界掌管着整个20层，这里面拥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几乎都是已经中断的故事，正看着精彩，结果故事竟然就这样戛然而止，任谁读了肯定都会火冒三丈。金公子放下刚看完的书籍，看着慵懒的众猎人，顿时怒火中烧，向众人怒吼道：这么多书怎么可能靠我一个人全部读完，通通集合。于是金公子和5大公会安排众猎人分组阅读书籍，与此同时炼金城主走了过来，向金公子打着招呼。金公子看见他也很诧异，没想到炼金城主这么快就获得了称号。经过漫长的阅读，所有的书籍终于读完，金公子让众人在读过的书籍中推荐出优秀的作品，众人纷纷拿出自己觉得好的书籍。金公子没想到一端审判者拿出的童话书难度却是1级，而剑圣推荐的是一本名叫《天魔宝录》的武侠书籍。据剑圣的介绍，这里面有一座巨大的宝库，里面记载着各种技能的书籍，如果能够成功拯救这个世界，就能获得拥有众多技能的图书馆，这是让猎人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就在这时，金公子腰间的圣剑有了反应，亮晶晶表示从剑圣手中的书里感受到了有其他姐妹剑的存在，这就决定了金公子必须要去这个武林世界走一趟。但是亮晶晶所在的是埃金帝国的世界，力拔却在武林世界，这就意味着能把星座守护女神分裂成5把圣剑的存在，很可能具有跨越世界的能力。所以金公子决定在去之前先去了解下这个埃金帝国的初代皇帝。剑帝好奇地问他，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了解？金公子缓缓拔出圣剑，眼神坚毅地说道，这把剑毕竟是守护女神分裂而成，但严格来说也是星座，就是不知道用这把剑杀我，算是自杀还是他伤。片刻后，金公子拿着圣剑抵住自己的喉咙，随着噗呲声响起，技能惩罚开始。映入眼帘的是女神和一个坐在皇座上的男人。当剑帝看清这个男人的面孔时，疑惑了起来，这个银发的男人竟然是剑帝认识的人，这个被称为杀天星的男人是个热衷于找到星座并将其破坏的疯子。剑帝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这个疯子。随着杀天星举起手，运转着强大的灵气，女神犹如玻璃般轰然碎裂，惩罚结束。虽然这次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但至少知道杀天星长什么样子，要是以后看到他，可以尽量避免与他接触。画面一转，金公子再次来到了万象图书馆，因为是剑圣推荐的，天魔宝录也被顺利的推选出来。天魔宝录的限制人数是2到4人，剑圣和金公子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与此同时，剑圣向众人说道，任务提示天魔宝录是因不明传染病而走向灭亡，他们需要对疾病有渊博知识的猎人一同前往，因此剑圣推荐号称药王的老人一同前往。金公子见状也表示希望炼金城主和他一同前往，这样就刚好凑够4个人。还在状况外的炼金城主有些惶恐，连忙表示自己很弱，刚得到称号还不到1周，带上他不会有什么用途。奈何在金公子的再三请求下，他也只好答应下来。就在这时，一旁的药王站不住了。这是一个武侠的故事，书中的世界进入此任务的限制人数是4人。剑圣推荐了号称药王的老人，金公子则拉上了刚获得称号的炼金城主。剑圣见状严肃地说道，要去的地方非常危险，若是在启示录里丧命，本人也会死掉的。金公子自信地表示，让剑圣放心，炼金城主是他认识最厉害的药剂师。被这么一说，一旁的药王就不愿意了，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怒斥金公子他们。一旁的剑圣想劝解他，反倒被他大骂。金公子看着这天下第一的剑圣被骂得哑口无言，不禁地感叹老古板被超老古板的压制，看来这就是古板界的生态啊。片刻后，金公子脑筋一转，就想利用这次转播的机会来提升炼金城主的知名度。于是金公子提出让他们比试一场。金公子边说边掏出药材，向众人表示，谁能用这些药材制作出更好的灵药，就能高下立判。炼金城主很不自信的就想退缩，被金公子按住，打了一通鸡血。随即一场炼药比试就正式开始。片刻后，药王率先完成制作。药王举着自己制作的特级恢复药水，高声呼喊，乖乖在我伟大的产品面前俯首称臣吧。众猎人见状纷纷表示不愧是药王。就在这时，剧烈的光芒亮起，炼金城主也紧随其后的完成了制作。众人看着捧着光芒四射的灵药的炼金城主，都惊讶的呆住了。空气中弥漫着草莓的香气，这是准神化解的苏玛野莓汁，只要保存良好，连与身体分离的断肢都能毫无后遗症的完整接回去。尽管如此，药王还是死不承认的表示是炼金城主运气好，扬言要再比一局。随着第2场、第3场的比试，药王输得彻彻底底，痛哭流涕了起来。经此一战，炼金城主名声大噪，受到众猎人的欢迎。随着比试的结束，馆主也来到了众人的面前，向众人表示，如果确定好人选，任务就准备开始了。
馆主再次强调，若在启示录中死亡，现实中的本人也会死去。逃脱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所有方式度过连载中断的危机，并且让启示录走向正常的结局。金公子他们正准备开始任务，一身武林风范的天武门主被他们弟子们推了出来。在金公子的技能下，清楚的知道毒蛇根本就不想进入这个世界，奈何在众弟子的起哄下，毒蛇嘴上说着早把武林视为心之所向，心里却是早已骂骂咧咧的表示绝对不想去。与此同时，剑圣站了出来，表示不会让出这个位置。两人剑拔弩张，毒蛇表面和剑圣杠上，心里早已想着输在剑圣手中不算丢人，可是没想到圣骑士出来打了圆场，并表示希望剑圣这次让毒蛇前去。这次剑圣也是出奇的不再固执的放弃了前去，让毒蛇哭笑不得。于是毒蛇无奈的跟随金公子前往充满江湖义气的武侠世界。在这里的世界，武侠是已经式微的题材，在所有认真都变得可笑的时代，吴玉霞的地位变得非常卑微。示威的题材，示威的世界，那里正在大雪纷飞。金公子他们来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寒风呼啸，吹得人刺骨的疼痛。金公子立马让众人运用起灵气保护自己的身体，奈何两个炼药师根本不会。于是金公子和毒蛇一人带着一个继续往前走去。天魔宝录并不只是单纯的一本书，严格来说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因突然流行起怪病，天魔染病死亡，接着其他人也都因此死亡。在这短短的几句中，没有提到低温刺骨或是积雪急袭，这里的一切都需要他们自己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导致天魔这号人物的死亡。四人在这了无人烟的大雪中行进了片刻后，终于在前方发现人影，于是纷纷前去查看。到了跟前，众人才惊讶地发现，这里全都是僵在了原地的死人。身为药剂师的炼金城主和药王立马前去查看，片刻后两人表示，这些确实都是人类。分析结果显示，这是种尚未被发现的疾病，死因全都一样，他们都是病死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虽然死因一样，但死亡日期都不同，甚至相差了2-3年。而且既然是病死的，应该都是躺着的，但这些尸体都不约而同地站在这里，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将他们移动到这里的，就像是某种形式的坟墓。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争吵声，一位黑袍女人和一个白袍道士正在针锋相对。金公子他们见状，静悄悄地前去查看。在金公子他们的偷听下的得知，原来是一位正道的武林盟主和一位自称本座的魔道中人，在为所谓的正道和魔道的大战争吵不休。两人在争吵片刻后，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准备大战一场，却发现来人手中分别拿着一根树枝，连剑相样的武器都没有。就在这时，仿佛传来了轰隆声，两人立即严阵以待了起来。与此同时，金公子四人的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过来，四人转头一看，吓得他们拔腿就拼命逃跑。此时此景，众人仿佛就像到了末日危机的世界，身后的丧尸疯狂地朝他们奔来。看着来不及逃跑的药王，金公子拔出圣剑就朝身后的丧尸挥去，头被砍去的丧尸立即停止了活动。随后金公子和毒蛇一人背着一个疯狂的逃窜，看见陌生人的道士和黑袍女人有些不明所以，朝他们的方向奔去的金公子高声呐喊，两位野醒快逃啊！很久没见过活人的两人一下就懵住了，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这时已经到了他们跟前的金公子已经停不住，于是他和毒蛇又一人抱起一个继续往前跑。毒蛇大声地抱怨道，为什么我抱的是2个老人，而你抱2个女人了？与此同时，天空中引出的丧尸把金公子吓了一跳，毒蛇惊恐地喊道，这丧尸怎么还会飞的啊？你敢相信吗？丧尸竟然还会飞！看到会飞的丧尸，天武门主毒蛇也惊恐地表示不可置信。金公子怀里的黑袍女人则一脸骄傲地表示，这是他独创的奇功，这些丧尸生前都是他教出来的魔道精英，这些死了也不会忘记怎么用武功的丧尸，直接把金公子整无语了。他连忙向黑袍女人问询这些丧尸的弱点。黑袍女人说道，只要砍下他们的头就会停止活动。随后他又指了指天空，只要照到阳光他们也会停止。当下金公子马上有了想法，随即金公子嘴上说着抱歉，2只手运转起灵气将两人抛了出去。随后转头看到已经近在咫尺的丧尸，他转身拔出圣剑，将圣剑高举头顶，大喊了一声两晶晶，圣剑发出强烈的光芒，飞跃在天空上的丧尸纷纷坠落不得动弹。众人见状立即快速逃跑，在拉开一段距离后，众人停了下来。金公子让毒蛇保护好众人，表示自己要趁这些丧尸动弹不得，赶快将他们一网打尽。就在这时，黑袍女人过来阻止了他，这让金公子很是不解。随后黑袍女人继续表示，这些家伙都是魔教的人才，目前正魔大战迫切需要这些精英的参战，所以让金公子不能杀。
要杀就杀那些穿着道袍的家伙。被这么一说，武林盟主就不乐意了，骂骂咧咧的骂道：胡说八道！他们可是我费尽千辛万苦组成的名门正派，我们不是约好了吗？天魔丫头，不要对那些丧尸下手，就你我两人独自分出这场大战的胜负。金公子见状一下呆住了，原来那黑袍女人就是天魔吗？不过这都要世界末日了，这两人还在为着所谓的正魔大战争吵不休，直接让金公子给整无语了。这两人在争吵片刻后，直接又打了起来。只是这种过招在金公子看来，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似的。然而身旁的剑帝和毒蛇却一脸正经的惊呼：高手果然是高手！这把金公子直接给整懵了。怎么看这两人也不像是高手啊？剑帝向金公子解释道：这两人招式和呼吸都很流畅，以剑帝的世界标准来说，也是超级高手的水平，但他们现在的动作完全没有蕴含气息，也没有运用灵气，所以才会像在发疯。在两人打地热火朝天时，药王打了个喷嚏，骂骂咧咧的走到两人跟前，大骂着他们要打到什么时候。两人也察觉到确实有时待客之道，纷纷停手，并表示要带他们去住所招待他们。盟主和天魔虽然是武林高手，但走了片刻之后，两人已经气喘吁吁了起来，这让金公子觉得很奇怪。随即金公子表示要背他们。毒蛇见状直呼：死亡之王，你这样就不对了。画面一转，毒蛇表示这样才对嘛。行进了一段时间，众人来到一处山洞前，山洞里也是别有洞天，而且还有温泉池。盟主和天魔让众人先泡个澡，他们去掉吃的，看着一同离去的两人，金公子他们纷纷觉得神奇。前不久还在你死我活的两人，现在就像两个老朋友般，这或许就是打了3年打出了感情了吧。由于外面冰天雪地，物资匮乏，盟主和天魔也只能拿出点屁股丹招呼他们。这对金公子他们来说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盟主和天魔已将近吃了2年。在进塔前，身为3星出世的药王实在看不下去，立即召唤出食材，拿出锅碗瓢盆，一段操作猛如虎，片刻后就制作出美食盛宴。吃的众人纷纷表示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酒足饭饱后，众人商议起治疗病毒的方法。金公子向盟主和天魔表示，这2位都是非常优秀的炼药师，要是盟主和天魔能帮点忙，或许他们就能开发出治疗的药物。盟主和天魔在思考片刻后，进洞里搬出了一个木棺，打开木棺，里面赫然躺着一位被铁链绑着的丧尸。这是一个被感染病毒的丧尸，全身似乎被铁链和钉子封印着。看见这一幕的金公子很是不解，一旁的天魔解释道，这是武当的掌门，是在被丧尸咬到之后交给他们，希望用他的身体进行研究。但天魔他们到目前为止也只知道用针来止住全身学到这一个方法。说着，天魔拔掉了丧尸喉咙上的一根钉子，丧尸立刻吼叫了起来，把炼金城主吓了一跳。随后他把钉子插上，继续解释道，如你们所见，与其说是治疗，其实更像是临时处置的一种方式罢了。被丧尸咬到的人会有一股浊气透过穴道蔓延全身，无论打坐或者运气调息都无法排出这股浊气，一旦被咬不久后就会变成丧尸。天魔无奈地表示，你们真的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被这么一问，炼金城主和药王也无奈地沉默了下来，一夜无言。众人都在熟睡中，金公子却迟迟不休息，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就在这时，2个身影悄然出现，随后一阵啪叽声传来，金公子立刻坐了起来，把在泡温泉的天魔和武林盟主抓了正着。金公子起身说道，初次见面就觉得很奇怪，天气明明这么冷，但2位却衣着单薄，要不是运用内功，一般人几乎无法忍受。明明能将内力运用得如此娴熟，打架却是打得乱七八糟，还一下就体力不支。2位已经被咬过了吧？随即天魔和盟主无奈地解释，他们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被丧尸咬伤，只是2人用内功堵住了颈椎穴，也就表示颈部一下都会麻痹，所以他们都在用内功控制着整个身体，心脏的跳动，肺部的呼吸，甚至每一个关节每一条肌肉通通都是，凡是活着所需的一切他们都在用内功操作着，几乎等于是24小时都在以气御体。一旁的剑帝知道后直呼2人简直就是疯子，竟然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整整3年。金公子也诧异地表示，2位是怎么撑过来的？随即天魔和盟主对视了一眼，将金公子带到了雪地外，随后2人将散布的丧尸摆成了2个阵营，向金公子解释道，我们并不厌恨死亡这件事，但我们不乐见以这种方式死去，哪怕是被暗杀被毒杀都好，唯独这样的死亡我们无法接受。你不是问我们是怎么撑过来的吗？我们只是想如愿的死去罢了。白雪纷纷，人命凋零，2个阵营只剩的2人互相呐喊着，我们绝不会因为丧尸而灭亡，正魔2派就算是灭亡，也只会是死在对方的手里。尽管9派一帮和5大世家全都消失，尽管所有武功秘籍都蒙上了灰，
这个世界仍未灭亡，因为灭亡前仍有2个人在坚持着。这场战斗为的不过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死因。这场战斗在剑帝眼里或许是一场很了不起的战斗，但这对他们俩而言都只是一种羞辱。看着这一幕幕的金公子眼神坚毅了起来，那2个就算真的要死也只想死在对方手里的人，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好好替这个世界善后。金公子在看完武林盟主和天魔的大战后，时间已经是第2天的傍晚。回到住处的金公子连忙问起丧尸解药的进度，炼金城主和药王都沉默了下来。片刻后，炼金城主摘下眼镜，无奈地说道：如果真要说，那最少要120天，也可能会花上2到3倍的时间，因为恶劣的环境和没有设备，甚至根本就做不出来。而这天魔宝录中的世界距离灭亡也仅剩10天，要在时间限制内开发出治疗药物，可以说是不可能。说到这，金公子强颜微笑，让炼金城主不要担心，不要放弃进行研究，实现问题我会解决。此时的炼金城主似乎已经做好了觉悟，打开了自己所有技能，并要求药王协助他一起完成药物的制作。药王也没想到炼金城主会把自己的所有技能公开给竞争对手看，直呼你是不是疯了？要是我把这些技能泄露给炼金城的人或同行的人，你应该怎么办？炼金城主看着药王，严肃地对他说道：只要你能协助，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为了缩短研发时间，哪怕1天也好，我都需要您的帮助。在争吵片刻后，2人最终达成了共识，很快就投入药物的研究中。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进入这本启示录已经过去1周，所剩的时间已不多。金公子敏锐地察觉到天魔的身体变化。在这一天的夜里，金公子轻声地向天魔询问道：没剩几天了，对吧？真是敏锐的孩子。没错，心脏、肺、丹田这3处之外的部位早已慢慢腐坏。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天魔说着自己害怕的事情，害怕那无意义的死亡，就连他们2人挣扎至最后都毫无意义，徒留一幅毫无色彩的水墨画。但这一天终将会到来。这一天，躺在床上的盟主眼泛泪光地向天魔说道：我的身体已经再也动不了了。天魔呐喊着：你给我站起来，拿起你的武器，你不是和本座约好了吗？不是夸下海口说要挑战魔道天下吗？盟主无力地说着：抱歉，我确实比你弱，所以杀了我吧，在我变成丧尸之前。天魔握紧拳头，拿起盟主的武器，对盟主说道：遗忘了侠，失去了我。说吧，如果你说出口，就如你所愿杀你。这句话是正派武林走向灭亡的意思，这是有要求武林盟主自己承认正派的灭亡，必须承认这件事，才能用你爱的兵器夺走你的性命。魔教的主人这么说道。沉默了片刻后，盟主无奈地流出泪水，表示自己说不出口。抱歉。天魔丢下武器，转身离去。生非生，死非死，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天下已经成了一场空。来到启示录的第9天凌晨，武林盟主南宫云病逝。在这个世界里，他俩或许都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徒留一幅毫无色彩的水墨画。随着武林盟主的死亡，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1天。药物研究上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时间太仓促了。炼金城主表示，虽然已经尽全力研究，但真的是没办法研发出治疗药剂。就在这时，咚咚声响起，已经去世的盟主疯狂地吼叫起来，看样子已经变成了丧尸。与此同时，天魔走了进来，拿着长剑，面无表情地来到盟主面前，随即他便一把拳头塞进盟主嘴里，内力运转，盟主的头颅轰然碎裂。看着自己亲手杀死的这几年一直互相坚持的老友，天魔冷冷地笑了起来，似乎是无法接受这一切，陷入了走火入魔、失去理智的天魔其实望着金公子几人，举起长剑就要朝他们攻去。众人见状不妙，立刻逃跑。天魔一个飞跃，一瞬间药王就已身手分离，左手堪堪挡下这一击后，让金公子带着炼金城主快逃。可是面对这个世界第一的武林高手，又能逃到哪去？无声无畏，毫无任何痕迹的灭亡。被人类染黑的世界，被世界染黑的人类，都被血给掩埋，徒留一片纯白，但也就仅此而已。对金公子而言，灭亡并不意味着结束，现在就让我来拯救你们的世界吧。下一刻，金公子再次来到冥界，他连忙询问剑帝药剂师文件都备好了没有。原来他们早就商量好，把炼金城主的研究报告2人一人备一部分，这样再次复活的时候就能节省很多时间。随即剑帝选取了其中一个叫摩天神功的技能，查看了起来。领悟摩天神功的人将会是翻天覆地之人，可破天而光，可搅碎山石。领会此技能者就是天魔，但施展神功也有可能会走火入魔。剑帝见状劝解金公子不需要学这种技能，金公子却说他要学这个技能，这可把剑帝气到了，对他骂骂咧咧起来。
片刻后，金公子向剑帝解释，选这个技能是为了完美攻略这次的舞台所需要。就算能制作出药物，也只能救他们2人，其他都死了几年的，就算治疗也不会起死回生。为了美好的结局，制作治疗药物只是第一条件而已。我想送给天魔和武林盟主一个完美的结局。说完，金公子选取了这个技能，技能选择完毕，因技能而受到惩罚，重演被杀死的创伤。寒风呼啸，冰天雪地，一个小女孩似乎是跟随在母亲身后行走，但她的母亲却是越走越远，直至消失，独留她一人在这刺骨寒风的雪地。此时的小女孩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抛弃了她，是不是很自然地把她丢在了雪地里，或者是母亲真的丢失了自己，这些她都不得而知。她躺在了雪地里，只感觉到好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在想念母亲的思绪中逐渐被雪掩埋，直到覆盖5尺厚的雪被捅穿，阳光洒在了他的脸上，一位老者出现在了他眼前。老者看着还活着的小女孩，嘴里呢喃着，真是奇异，下雪已10天，竟在这冰天雪地里存活了10天，生来就是冰雪之体，冰冷的内气，这就是文献里所说的基因之体吧。老者拉着小女孩问起她的身世姓名，而此时的小女孩却是面无表情的一问三不知。老者轻轻地抚摸她的头，问询小女孩供她吃供她住，愿不愿意跟随她。小女孩轻轻地点了下头，身上没有任何香气，没有名字，出生在雪地里的孩子以雪的香气取名百香，从今日起她就成了魔教的教人苏百香。老者带着小苏百香来到这一座城池里，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在这里她可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还有许多小朋友相伴。这里的小孩全都是因为某些不幸的原因才来到了此处。此时的小苏百香仿佛明白了什么，孤独的罐子里把所有毒兽毒虫都放进罐子里密封起来，困在里面的动物们互相撕咬，最后剩下的一只会成为最后的缉毒。从此以后，小苏百香每天跟着供他们吃穿的农民们一起劳作，衣物和被子也都是自己缝制。夕阳西下，这一日老者来到他的身后，好奇地询问他，明明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为何要独自去劳作？原来这里的大人们都是因为这个世道的不公，含着各种冤屈而来到这里。这些造他们吃穿的农夫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伤心事，他们想要报仇却无能为力，只有自小习武才能大成，而年迈的农夫们根本无法磨练武功。小苏白香轻轻地说道，这里不是天堂，他们不是因为愚蠢而免费供我们吃穿，而是希望培养出来的人能代替他们复仇，这就是桃源乡的本意。小苏白香有很多的话想对这个世界说，而这个世界应该听到他的声音。身为魔教7元老之一的魔佛轻轻地对他说道，你没有被世俗的东西所浑住，你的毒必将是鲜明的，象行9外之力，你就是我的徒弟，将来你的道会代替那些悲悯的人而舞动。走火入魔的天魔有多强，一瞬间就秒杀了金公子众人。被斩杀后的金公子选择了容易走火入魔的摩天神功，复制成功后，时间再次回到进武侠世界的开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金公子很快点破了几个关键信息，避免在不必要的问题上造成额外的时间浪费。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武林盟主和天魔面前。金公子看着这个世界最强，所以才活到最后的女人思绪万千，下一秒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天魔面前上，请求天魔收他为徒。这可把天魔的盟主整懵了。画面一转，众人来到居住的山洞内，天魔直呼自己不可能会收徒，而在一旁劝说的武林盟主反倒是动了收徒的心思。金公子却根本没有理会他，毕竟这里是天魔保入的世界，那还得是要攻略天魔这个人才行。在金公子的一番软磨硬泡后，天魔才稍微松了松，让金公子耍上几招，看他是否有资格。只见金公子握住手中的圣剑，缓缓拔出灵气运转，摩天神功技能激活，这正是从天魔身上所复制过来的记忆。金公子身形灵动的挥舞，释放摩天神功后，他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魔教的本质不是爪牙，而是尖叫，就算阴阳之力再惊叹，比不上出生卑微的人更悲叹。四书五经的语句再精妙，也不能忍受卑贱人的悲鸣声。比起绚烂舞动的剑，不如一缕悲鸣的剑更强大。天魔使的剑路是一滴一滴向着世人发出的悲鸣声，天魔自然也看出来了，这是自己魔教的武功。他怒喊着让金公子停下动作，但金公子似乎听不到一般，还在不断的挥舞着。最后天魔实在受不了，拿起一根树枝一杠，就让金公子停下了动作。天魔冷声质问金公子，到底是从哪里偷学到他们魔教的绝技？金公子眼神疲倦，无力地说了一句，我是不是有资格？说完便倒在了地上。天魔转身沉默地离开了这里，金公子也慢慢地失去知觉。第二天醒来的金公子被天魔单独叫了出去，
天魔指了指山下生前是魔教绝顶高手的丧尸，说只要打败了他，就同意收金公子为徒，但只能在极度渴望时才能挥剑，先熟练饿死的招式，再练熟渴死的招式。这话听得金公子云里雾里，不管3721，金公子一个跃起就朝丧尸袭去。世界上最不符合丧尸的词语是什么？那就是掌风。金公子看着这个会使用武功的丧尸，吓得拔腿就跑，但还是被打飞了出去，转身顺势就拔出了圣剑。天魔见状大声向他喊道：不要随意挥剑，不是说了吗？想想饿死鬼的痛苦。可此时的金公子已管不了这么多，一剑就刺向眼前的丧尸，但并没有对丧尸造成多大的伤害。天魔连忙在线指导起来，熟练魔天神功者，必须想象任何一种感觉，想象你最饥饿的时候，回想那时候的感觉，饿了多久？金公子喃喃地说道：饿了多久？3到4天左右吧。天魔无语了，天下被乱世颠覆许久，这家伙平生饿的最长时间居然只有3天，气得他直呼连这些都不知道，怎么领会魔天神功？是本座错了，果然只是个油嘴滑舌的家伙。说完便转身离去，这让金公子有些错愕，一不小心就被丧尸送上西天，来到冥界不禁的懊恼，当下便下定了决心，再次重生的金公子在安排好所有事情后，便找了个山洞。他在天魔的阴影中看过，这个人111天不吃不喝，只靠气运支撑，所以他要支撑112天，打算15天什么都不吃，直到饥饿达到最高潮，然后自杀继续重复，就这样重复112天，这样气运也不会消失，饥饿感也是一样。见地直呼你就是个疯子，到底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疯狂？金公子轻轻地说道：为了学会魔天神功。天魔为什么会对世界失望？为什么天魔宝录中的世界会灭亡？那是因为活着已没有多大意义。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就此灭亡，我不希望天魔就这样结束。我也是人，我也要活着，但是该怎么活才好呢？你敢相信这个骨瘦如柴面容苍白的男人在7天前还是个满满胶原蛋白的帅小伙吗？金公子为了得到天魔的认可，修炼魔天神功，已经在这个山洞里不吃不喝过了7天。此时的他身体开始衰竭，意识开始模糊，他终于明白天魔所说的饥饿并不是打坐断食修炼，而是那种想吃却吃不了的无奈。这让他想起了天魔记忆里最深处的那位民妇，每天劳作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连扒来的树皮为了孩子也只能让给他们吃，那种求而不得的感觉仿佛让金公子悟了。他拿起圣剑一举一动，仿佛如农夫一般，想象饥饿者的声音，手势一招一式，突然剧烈的红色灵气翻涌而出。魔天神功第一式饥饿流剑，一剑劈出刻破山石，一招放出，金公子恢复了吸血的生动。但是金公子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还在为被天魔无视自己而耿耿于怀。为了抚平他那该死的自尊心，他一定要让天魔惊叹自己的才华横溢，想想都觉得像巧克力派一样甜蜜。于是他来到雪地外，大声喊了句：站起来！艾斯德尔和百鬼军团纷纷涌出，为了学习和熟悉饿死鬼的饥饿，他吩咐艾斯德尔带着骷髅军团去带回112具饥饿状态的丧尸。艾斯德尔看着那瘦得难以认知的皮包骨，不禁的担心金公子在经历100多次的饥饿回忆会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忠诚心让金公子好奇了起来。艾斯德尔连忙解释，主君消失，自己也会跟着消失，所以就像担忧自己一样，而担忧主君的身体。很显然，这回答让金公子很满意。随即金公子便询问起艾斯德尔在第20层过得好不好。知道大家都过得好后，他便让艾斯德尔出发寻找丧尸。身为曾经的秋雨魔王，艾斯德尔很懂得如何搜寻死亡的方法，指挥着骷髅军团有条不紊地搜寻着附近的丧尸。很快他便带着严格挑选的饥饿者来到了金公子面前。只见金公子猛然脱掉上衣，大喊了一句：来吧！丧尸们发出瘆人的吼叫，纷纷朝金公子奔袭而去。随着丧尸的咬下，你已死亡，心理创伤重现。这个男人被100多具丧尸轮番咬上了100多下，只为体验这些丧尸们生前饥饿的痛苦。原来这个世界在毁灭前已是凛冬已至，城里的粮食稀缺，民众们食不果腹，饥不择食。一个红衣少年为了饱腹，对他的同伴们表示，他从乞丐那里学到了一个叫土果的食物，而且配料无处不在。听到这话的几个同伴都有些怀疑，但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几人还是配合着红衣少年完成了这种食物。所谓的土果其实是一种挖土撒盐就能吃的食物，但尽管如此，少年们还是像吃山海美食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只是想活着。心理创伤重现完毕，金公子感受完了这100多只丧尸的记忆，思绪万千，情绪掠过脑海。他疯狂地用手拨开厚厚的雪层，挖出雪地深处的泥土。过了一会儿，他记忆中看到的土果被他制作了出来。他尝了一口，心中五味杂陈，嘴里呢喃着：人生于尘世，却不能以尘为食。他手指紧紧地抓着地面，似乎明白了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绪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武功和手中的剑是情感表达的最大宣泄。说完，他轻轻拔出了圣剑。下一刻，时间回溯，时间回到了与天魔会面的时间。这一次，面对之前一直束手无策的丧尸，他运转起血红色的灵气，一个飞跃就朝丧尸冲去，随即便使用摩天神功第一式，丧尸轰然倒地。这一幕让天魔感到很惊讶。片刻后，两人回到了山洞。天魔告诉他，摩天神功共有9套剑法，而金公子领悟的是第一式饿死剑流，那么接下来要修炼的就是可死的招式。尽管金公子第一式练得非常好，但天魔还是板着一张脸，虽然内心早已把金公子当成了弟子，就算是这样，他死都不会说收金公子为徒的话。不过这在洞悉他人心思的金公子面前，这是没有用的，当即便咄咄逼人，让天魔承认自己是他弟子。只有这样，天魔才会不疯狂地执着于和武林盟主的决斗。他希望天魔能对人生抱有意义，继续地活下去。天魔的内心虽有触动，但还没有到放弃决斗的念头，随即便带着金公子来到了自己设定的第2阶段。这次天魔找来的是一具魔教实战部队的杀手，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金公子必须只有干渴的痛苦。随着丧尸的进攻不出所料，金公子再次死亡重生。早有准备的金公子，他再次召唤艾斯德尔和骷髅军团去寻找干渴而死的尸体。另外他还吩咐艾斯德尔不管多远，把那些魔教的教众和武盟的侠客都带回来。艾斯德尔有些疑惑，金公子轻声地向他说道，在灭亡的世界里，还有2人一心想决胜负，虽然有点遗憾，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在玩军事游戏。既然要决斗，那就给他们制造真正的战争，为他们准备一场真正的正魔大战。这个男人经历成百上千次的死亡重生，竟然只是为了学会摩天神功，让天魔收他为徒。随着金公子一次次的死亡，一次次感受着那些丧尸们生前的各种痛苦，此刻的他终于明白摩天神功招式的真谛。饿到只能吃土的孩子，第一式饿死刘健，渴到一直喝海水的老妇；第2式渴死皮剑，为孩子渡上最后一口气的父亲；第3式溺死满剑，被冻到依附在已经去世的母亲怀里的婴儿；第4式冻死接剑。看着进展飞速的金公子，天魔不禁地夸赞起他，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并出乎意料地开始传授金公子他们一派的内功心法，让金公子快速地洞悉魔功的本质。就在2人交流的正火热时，毒蛇背着盟主来到2人跟前，盟主骂骂咧咧地说道，魔头，你还未受9拜之礼吧？我知道，如果你收屠江湖上，最后就只剩下魔教的传人，你无非是怕亏欠。随即他拍了拍毒蛇的肩膀，一脸得意地说道，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的首徒。听到这话的天魔一个飞跃，就和盟主撕扯了一起，质问盟主为何要违反彼此之间的协议。金公子和毒蛇2人默默地站在了一旁。金公子向毒蛇问道，你因何种心态拜武林盟主为师的？如果你是为了自己所谓的自尊心而拜他为师学习的话，这对还在大声争吵的那2位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话说得，毒蛇一下就不乐意了，让金公子别瞎逼逼，要确认就用剑来确认。说完，2人各自拔出的武器。金公子二话不说就朝毒蛇使了一招饿死剑。毒蛇没想到这小伙这么冲，竟然来真的，堪堪后退挡下了这一击。就在这时，还在撕扯中的盟主连忙指导起毒蛇来。一旁的天魔见状也不甘落后，指导着金公子。金公子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和毒蛇分高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天魔的认可。此时的金公子变成了天魔的剑，毒蛇变成了盟主的刀，变成他们看不到的风景。他们代替了无法全力战斗的2人。天魔和盟主仿佛焕发了生机，人生或许还充满着色彩。看着不停战斗的2人，天魔逐渐放下了心防。战斗结束的金公子再次跪倒在天魔的面前，正式的说道，我的名字叫金公子，我想请您收我为徒，我想成为您的风景，成为您活下去的希望。天魔看着金公子，眼神逐渐柔和，轻声的对他说道，本座是天魔苏百香，孝行9拜之礼，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徒弟，此生最后唯一的徒弟。究竟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承受几百次死亡的痛苦，只为拯救这个濒临毁灭的世界？金公子的真诚终于撬开了天魔收徒之心。在战斗结束后，他跟随天魔来到了一处山洞，这里是魔教的武功秘库，
也是九派一帮的武功秘库。随着这个世界的毁灭，天下的武在这里成立。天魔轻声地说道：“这里应该能称得上是武林了。本座想在此处接受你的跪拜，但并不代表九拜仪式完成后就结束。在我满意以前，是否接受跪拜完全取决于我。魔教的九拜之礼与摩天神功九式剑法相辅相成，每一拜都需要带着每一世的心情与状态。精通前4式的金公子顺利通过了前4拜，但在第5拜时，天魔喊停了他，让他重新跪拜。第5拜代表夺死者的心，就让金公子重复了300多次，第6拜200多次，第7拜500多次。看着那始终如一从不抱怨的金公子，天魔不禁在心里感叹，真是个耿直的孩子。你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才会变得如此美好？即使你所救之辈并非告急，所爱之人并非完美，你依然会保持你的善良吗？随后天魔继续喃喃地说道：“第8拜摩天的燃烧，体会烧死者的心，去跪拜吧。”这一拜勾起了金公子当初被炎帝烧死的心情。天魔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轻轻地向金公子说道：“这最后一件事不固定的，摩天神功的第9式会因施剑者不同而不同，这第9拜就用你的死来拜吧。”听到这话的金公子，此时他回忆起自己的4000多次自杀，脖子的疼痛，双手颤抖，害怕因为颤抖的双手痛苦会延长，决心会模糊，死亡的时间会增多，死得越慢决心就越难，决定就越慢。但是有不可饶恕的人，因为不杀了他就活不下去，所以只好拼命的死。金公子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当中，天魔似乎能感受到金公子心中的痛，过去轻轻地抱住他：“我不管你从哪里来，以后要去哪里，从今往后你都是我苏白香唯一的弟子。纵使这个世界灭亡，武林不复存在，我都一直在你身后，与你同在。”你敢相信吗？这群人被传送来到这个武侠的世界，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制作出治疗丧尸病毒的药物，来拯救这个几近灭亡的世界。男主无限重生，积累制作经验，缩短研究时间，而今天就是他们验收研究成果的时间。拜师成功的金公子跟随天魔回到住处，见他们回来的毒蛇和炼金城主马上告诉了他们治疗丧尸病毒的药剂终于研发成功的消息。得知消息的天魔立即欣喜若狂了起来，但还没等他高兴多久，炼金城主表情严肃沉默了下来，随即他继续说道：“手术是可以治疗丧尸病毒，但带来的后果是需要废掉丹田，会让自己失去一切内力。”听到这的天魔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他对于盟主的正魔大战仍存着一分执念。此时一旁的盟主知道天魔一时半会难以接受，他劝解着天魔，并表示自己会去接受治疗，因为自己的内力早已所剩无几，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当晚盟主连夜做了治疗手术，手术结果也很成功。得知此消息的天魔心中有些感慨万千，随即他轻声地对金公子说道：“为师曾想斩断世间的一切寒冷，因为冬天的雪令人心寒，许多人因此殒命。我曾把自己天下的寒冷定义为天下的事物，而这一事物就像是寒冷的雪山。”说完，他缓缓拿出了赤血魔剑，轻轻地挥舞着，黑色灵气在四周环绕，随即一剑挥出，剧烈轰隆声响起，远处雪山的山峰直接被斩落。这就像是天魔为这座武林做的最后绝笔。他转身对金公子说道：“生死之境很是遥远，这也是本座最后的境界，我会去做治疗手术的。”片刻后，两人回到了山洞，看着已经完成手术的盟主，两人愉快地交谈起来。此时的两人似乎早已释然，而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在征魔大战中决出胜负。听到此话的金公子似乎想到了什么，对众人告辞后，连忙出去外面找到了为他寻找征魔两派丧尸的艾斯德尔。此时接近2000名的丧尸已被艾斯德尔集中了起来，金公子拔出圣剑就朝这些丧尸攻过去。经过许久的战斗，仿佛身体被掏空的他终于把丧尸都已解决，他心满意足地躺在雪地上笑了起来。天魔和盟主长达多年的决战和遗憾终于要被实现了。这是一场正魔两派之间的争斗，也是这个世界仅存的两人之间长达多年的心愿与遗憾，或许很快将会被实现。此时距离金公子处理完正魔两派的丧尸已经过去了1周，下定决心的天魔也成功的进行了手术。看着身体已经恢复的两人，金公子以散步为由将两人带到一片空旷的雪地上。金公子轻声地对两人说道：“两位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结束正魔大战，与其让弟子代劳，我更希望两位亲自比试，那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正魔大战。”随后只见金公子呢喃了一句：“百鬼生还。”黑色的灵气瞬间纷纷从地下涌出，正魔两派的人纷纷被召唤出来。看着浩浩荡荡的白袍正道侠士和黑袍的魔道教众，盟主和天魔瞬间呆滞了起来。被复活的众人也有点不明所以，甚至有人还以为自己已经死去，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天魔不可置信地向金公子询问：“为什么你能施展这样的仙术呢？还是我早就死了，现在在桃园仙境？”金公子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那些人和师傅一样不能使用武功，他们现在比以前要弱很多。”不等金公子说完，一个飞跃就朝下奔去。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挚爱的弟子，或是亲朋好友，天魔和盟主感慨万千，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都回来了。今天的一切，不管是美梦一场也好，或是梦游的病患也罢，他们没有错过任何人，也没辜负这个世界。只见天魔一个转身对盟主说道：“本座魔教教主苏白香，第990次请求比武。”对面的武林盟主似乎感受到了天魔的决意，大声喊道：“我武林盟主南宫世家南宫云接受这次比武。”此时两派的众人仿佛充满了激情，天魔和盟主两人内心也充满着痛快也喜悦。随着两方的冲锋，这场久违的正魔大战也随之打响。正魔大战一触即发，随着天魔与盟主的一声令下，魔教教众与正道侠士立即战成一团。因为他们都是使用百鬼生还召唤出来的元素，看似气势如虹，实则没有丝毫的内力，众人也只能使用这种比较无赖的伎俩继续战斗着。金公子看着眼前的一幕幕，都有点懵了。而蛮嗨的天魔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派侠士纷纷倒在了他手上。一旁的武林盟主见状立即不乐意了，立即展现出他壮硕的身躯和那12块腹肌蓄势待发，随后便进行了一场大佬的对决。他们互相拳打脚踢后，两人都是打得鼻青脸肿。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天，虽然都觉得孤注一掷的战斗，但事实上两人都没有全身心投入。随即天魔向盟主表示要打破真气，倾尽所有来完成这场最后的决斗。先天真气是生命里的本身，不能人为堆砌用完就没有了。换句话说，用尽的结局就是死亡。盟主大声怒吼，想要制止他。天魔见状轻声地向盟主说道：“不要恼怒南宫云，本座没有放弃人生，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天是今天。我很感激能活到今天，也很感激今天能死在这里，感激认识的所有缘分。”说完，冰冷的真气围绕在他四周。盟主见状笑了笑说道：“我也盼望今天盼了好久。”随即也运转起真气，两人很快就痛快地战成一团，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展现出两人的觉悟。极阴之体与天物之体的碰撞，有阴阳流转，他们的周围已是另一番天地。随着天魔一拳轻轻地抵在盟主身上，盟主无力缓缓地倒下。这一场战斗两人也再无遗憾。金公子见状连忙跑了过去，炼金城主与毒蛇也随之赶到。看着虚弱无力的天魔，金公子忍不住的情绪激动，运转的灵气就想为他续命。炼金城主见状连忙表示要给两位前辈治病，但天魔此次拒绝了他的治疗，让他先去治疗盟主。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在这仅剩的时间里，他只希望他的弟子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众人走后，天魔轻声的向金公子说道：“我给你讲讲本教的大本营是有多美丽的地方吧。”此时的金公子似乎想到了让天魔完全满意的结局，为了那个碎片，随后他向天魔说道：“请您与我比武吧。”